原本挺漂亮的大宅子突然冒出一股怪动静。谁能想到，好端端的野餐会竟然钻出这么多怪物！侍卫一边拔剑应战，一边冲着周围大喊：“都冷静点，把这些怪物全解决掉！”他现在也是一肚子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出来放松的，怎么就变成大乱斗了？这些怪物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外面还在乱战，屋里的气氛却彻底变了。达米安这回是真失控了，他喊着厉威，厉威也认出了他，达米安皇子。平时他为了保住皇储的位置，那叫一个洁身自好，半点绯闻都不敢沾。可现在他完全变了个人，像是被什么邪念给占领了。这下麻烦大了，厉威成了他盯上的第一个猎物。这要是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命运可就全毁了。厉威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刚才就该把那恶魔灭了，也不至于让达米安被占了身子。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这事儿可就真收不了场了。达米安低声骂了一句，突然整个人翻身坐起。这一下来的太突然，还没等厉威回过神，他竟然直接把衣服给甩了。厉威这下彻底懵了，虽然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可看着眼前的达米安，他心里竟然开始动摇，好像也没什么理由拒绝吧。这要是真顺着感觉走下去，明天的皇室头条怕是要炸开锅了。厉威现在是在赌一把，反正达米安现在被控制了，等他清醒过来，刚才发生的事他全都不会记得。而且厉威身上还有胜利，只要顺着他的欲望来，说不定就能帮他把体内的魔气彻底给净化掉。这虽然是各下策，但也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谁能想到，当初那个高冷的皇子，最后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和他纠缠在一起？其实这一切的起因还得从厉威穿越前说起。那时候他还是个苦命的打工人，正盯着手机看一本烂尾小说。谁能想到，这一闭眼，他竟然直接穿进了书里，而且回来的时间点非常微妙，正好是皇储争夺战打得最凶的时候。这时候的皇宫表面看着挺气派，背地里全是算计。既然已经成了书里的厉威，那接下来的烂摊子只能靠他自己去收拾了。在这本烂尾小说里，根本就没什么浪漫可言，整个帝国就2个皇子，天天在那儿掐个没完。大皇子达米安就是书里那个最疯的反派，人前装得像个圣人，背地里却把女主角关起来，纯粹把人家当成胜利电池在用。这种性格扭曲的家伙，注定是要给男主垫背的。结果也确实没意外，二皇子最后赢了皇位。可现在厉威穿过来了，原本定死的结局，怕是要被彻底搅黄了。达米安根本接受不了失败，他直接掀桌子不干了，带着人马发动了叛乱。这下整个帝国都乱了套，他提着长剑一路杀过去，谁挡路就解决谁。可倒霉的是，厉威偏偏在这个时候穿了过来，还成了那个最惨的炮灰。原本的厉威是骑士家族赫伦家的独生女，结果因为带头去镇压达米安，不仅自己丢了命，连带着全家人都跟着遭了殃。看着镜子里这张漂亮的脸蛋，厉威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怎么就偏偏穿成了这种活不过3级的短命鬼？还没等他想明白以后该怎么办，那些尴尬的记忆就开始一股脑的往外冒，这下麻烦可真大了。厉威现在越想越觉得离谱，虽然原主顶着贵族小姐的号，还有什么神圣狮子的力量加持，可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原主整天只知道围着王子转，正经事儿是一点没干，就这娇生惯养的样，指望他去带兵镇压叛乱，那纯粹是送人头。不过说起来，厉威自己的前世也没好到哪去，他是个没爹没妈的孤儿，从小就在孤儿院里摸爬滚打，好不容易熬到了上大学，结果每天还得打几份工，就为了还不完的贷款，日子过得比谁都辛苦。既然现在换了个身份，哪怕拿的是个炮灰剧本，他也得想办法把这死局给破了。厉威的前世过得太苦了，没日没夜地打工赚钱，结果身体先扛不住了，直接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好不容易重活一回，结果又要让他当短命鬼。厉威可不打算认命，这种憋屈日子他过够了。算日子，离达米安发动叛乱还有3年，这3年就是他翻盘的机会。既然剧情还没开始，那就要赶紧行动起来。第一步就是把这副娇滴滴的身体练得能打能扛才行。这副身体现在弱得离谱，连把剑都挥不动。厉威心里很清楚，想活命就要离那些男主远点，尤其是那个终极大反派达米安，绝对不能跟他扯上任何关系。就在他盘算未来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是亚伦叔叔过来了。亚伦笑着问他，既然身体好多了，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厉威现在确实没得选，亲妈走得早，亲爹又常年在外地不着家，家里就剩他一个人。这个唯一陪在身边的叔叔，成了他现在唯一的依靠。表面上看亚伦是唯一的依靠，可厉威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叔叔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他就是那个把家产败光，让家族陷入危机的罪魁祸首。想要在叛乱中活下来，就要保住家里的权势。厉威绝不能让亚伦把家底给毁了。既然看清了局势，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厉威决定从现在开始，彻底拿回属于自己的主导权。亚伦招呼厉威坐下吃饭，这一脸关心的样子，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是个好叔叔。厉威客气的回了一句，亚伦立马就开始套近乎，说他从小身体就弱，这顿饭是厨师专门准备的。亚伦接着叹了口气，说可惜厨房不听他的建议，不然还能准备的更丰盛点。这话听者是在抱怨，其实是在挖坑。厉威手里的动作停了，这男人说话可真够狡猾的，他这是在变着法地要权呢。只要厉威这个代理家主一开口，底下的仆人哪敢不听他的？要是换做以前那个好骗的自己，这会儿估计已经点头了。可惜现在的厉威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大小姐了。他笑着回了一句，说厨师这么做是因为他嘴刁，还特意补了一句，希望叔叔能理解。
这话直接把亚伦给噎住了。他原本想借机拿点权力，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只能尴尬的应了一声。厉威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亚伦叔叔当年因为生意搞砸和私生活混乱，早就被踢出家门了，根本没资格再踏进这里一步。可就在叛乱那天，他居然厚着脸皮说自己也有继承权，趁乱带走了家里的骑士团，然后头也不回的跑了。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现在居然还有脸回来装好人。厉威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厉威表面上在安静吃饭，心里其实已经把剧本翻烂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改变原著里的结局，自己迟早要玩完。根据书里的记载，亚伦这老狐狸可不只是想回来要权，他背地里一直在偷偷转移家产，连家里的捐款都没放过，就是因为家底全被他掏空了，当初才根本拦不住达米安造反。既然现在提前知道了真相，厉威肯定不会再让他得逞。他手里的叉子猛地一沉，这回他要利用书里的这些情报，亲手把亚伦这个毒瘤给拔了。一转眼，几天时间过去了，瓦隆还是有点不敢相信，问厉威是不是真的。厉威语气非常肯定，亚伦这老狐狸绝对手脚不干净，趁着亚伦出门参加聚会，这可是抄他老底的最好机会。厉威带着人直奔他的房间，这扇门一开，真相就藏不住了。管他什么锁链不锁链的，厉威直接让人暴力破门，结果进屋一看，这房间简陋的有点过分了，越是看着干净，里头的猫腻就越大。厉威盯着地下的地毯，让瓦隆赶紧掀开看看，这下面到底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谁能想到这地毯下面居然藏着一扇通往密道的暗门。瓦隆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地方本来是防刺客的死洞，结果现在全被亚伦塞满了偷来的宝贝。厉威可不打算跟他客气，直接吩咐瓦隆把这些东西全搬到他办公室去。就在这时候，正主居然提前回来了。亚伦气喘吁吁地冲进屋，整个人都快炸了。厉威倒是淡定得很，还主动跟他打了个招呼，说叔叔你回来的挺早啊。亚伦看着满屋子的狼藉，扯着嗓子大喊，厉威你到底在干什么？厉威可没打算跟他废话，直接开门见山，亚伦叔叔，你私吞家族捐赠物的事现在已经藏不住了。亚伦还在那儿装傻充愣，反问厉威是不是疯了，居然敢指责他是个小偷。结果厉威根本不吃这一套，瓦隆已经把证据都端出来了，人赃并获，看他还能怎么编。厉威随手捡起地上的珠宝，直接拆穿了亚伦的把戏。你把值钱的宝贝全藏在密道里，却拿那些廉价货去充数，要是东西直接丢了肯定会露馅，所以你才玩了这一手偷梁换主。我已经找接收人确认过了，送过去的货根本对不上号。亚伦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厉威冷冷地告诉他，这些年你贪了这么多，下半辈子就准备在牢里过吧。亚伦整个人都傻了，他一直以为厉威是个好糊弄的傻瓜，没想到自己才是那个被耍的小丑。原来他从头到尾都在演戏。气急败坏的亚伦直接破防了，他猛地冲向厉威，大骂他居然敢算计自己。可他连厉威的衣角都没碰到，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掀翻在地。厉威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平淡的吓人，叔叔你打不到我的。在赫伦家族没继承祝福的人，除了服从根本没别的选，这就是顶级豪门的血脉压制。传说赫伦家的始祖是神圣白狮，曾帮皇帝驱逐恶魔，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份被称为祝福的力量才是家主身份的唯一凭证。亚伦折腾了半辈子，结果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什么都不是。厉威冷冷的摊牌了，虽然我身体弱，但我可是带着家族祝福出生的，跟你这种普通人有本质区别，别再妄想能赢过我。这股力量直接把亚伦吓破了胆，他两眼一黑，当场就晕死过去。看着倒地的亚伦，厉威赶紧让人把他拖走。其实他现在也是强撑着，这副虚弱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强大的祝福，稍微动用一下，整个人就快散架了。瓦隆这时候急忙赶了过来，看到厉威没事，才松了口气。他终于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其实大家早就发现亚伦不对劲了，只是看厉威平时太孤单，怕说出来他会受不了，才一直没敢提要把亚伦赶走的事。原来这些年身边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他。瓦隆看着眼前的厉威，由衷的感慨道，作为代理家主，你今天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他甚至激动的要流眼泪，说一定要把今天发生的事原本地写信告诉公爵大人，要是公爵知道女儿长大了，肯定会感到无比自豪。厉威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的侍从也跟着起哄，非要从今天起写什么每日报告，这架势简直要把他的一言一行都当成家族史记给供起来。厉威心里其实挺感动的，虽然以前的自己没为家族做过什么，但这些仆人们依然选择相信他，甚至愿意全心全意地辅佐他。他微笑着向瓦隆道谢，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守护，也谢谢他们帮自己赶走了亚伦。厉威当众许下承诺，以后一定会尽到代理家主的责任，绝对不会再让大家担心了。就在厉威准备回屋的时候，侍从突然叫住了他，还递过来一份从亚伦仓库里翻出来的秘密文件。厉威仔细一看，这竟然是一份入学申请书，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名字，而且字迹确实是亚伦的。看来这老狐狸早就盘算好了，想借着上学的名义把厉威远远的打发走，好让他一个人独吞家产。不过亚伦肯定没算到，他这番阴谋诡计反倒给厉威省了不少麻烦。反正这学早晚都要上，不如就趁现在。厉威也是个行动派，既然决定了，那就一刻也不耽误，直接收拾行李出发。没过多久，马车就停在了宏伟的学院门口。
厉威换上一身干练的制服，正式开启了他的校园生活。可就在他踏入校门的那一刻，心里却隐约有种预感，这地方恐怕比家里还要不太平。厉威刚踏进学院大门，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迎面就撞见了一个最不该出现的人。这一抬头，厉威整个人都懵了，眼前这个黑发红瞳的男人，竟然是达米安。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要知道，这家伙可是原著里最难对付的最终反派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皇家学院，开国皇帝定下的规矩，只要是帝国的贵族，成年了都得来这儿待着。原本以为只是换个地方生活，可别忘了，这儿可是小说剧情的中心，那些难搞的大人物全都在这儿。厉威前脚刚到学校，还没来得及适应环境，这麻烦就自己找上门了。谁能想到，这刚一开学，迎面撞上的竟然就是书里那个终极反派达米安，就这么出现了。这下完了，厉威想过安稳日子的计划，算是彻底泡汤了。达米安先开口了，问他是不是赫伦家的千金。厉威被吓得不轻，赶紧低头行礼，说自己就是厉威，赫伦。结果达米安直接开启嘲讽模式，说他刚才在那儿发愣，肯定是因为没见到想见的二皇子。这话一出，厉威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原来达米安还记得舞会上的事，他肯定觉得厉威喜欢他的死对头。这误会要是解不开，等以后达米安造反的时候，厉威绝对没好果子吃。为了保住这条小命，厉威只能硬着头皮开口了。厉威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是第一次来学院，太兴奋了，才没看路。达米安听完反问了一句：“终于入学了？”厉威只能继续解释，说自己之前身体不好，这才耽误了1年。为了彻底拉近关系，厉威开始打起感情牌，提起了小时候那场湖边野餐。他说家里还留着当年的素描，就是因为那张画看多了，才没认出眼前这个大变样的达米安。这招以退为进，不仅夸了对方长得帅，还顺便解释了刚才的失礼，就是不知道这位冷面反派到底吃不吃这一套。厉威这招可不是乱出的，他记得书里写过，达米安造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张素描，那是他跟皇后最后一点温存了。只要现在能勾起他的感情，等以后他真的成了反贼，说不定还能饶自己一命。达米安居然轻笑了一声，说：“真没想到，这么久的事厉威还记得。”他一边走一边反问：“小时候的事，难道记忆不模糊吗？”结果达米安根本没打算计较，他说自己还不至于因为没及时打招呼就去为难一个满脑子都是炸鸡的大小姐。这下厉威总算能松口气了，看来这一关算是暂时闯过去了。厉威还在那儿拼命解释，说那天是因为人太多，自己有点幽闭恐惧症才晕倒的。达米安直接把他话头给掐了，说不用找借口，看来二皇子确实让他挺头疼的。他头也不回的往前走，嘴里念叨着厉威的名字，说会记住他今年入学这件事。这语气听着可不像是什么好兆头。画面一转，开学典礼正式开始了，台上的神官在祈求女神保新生。谁能想到，刚才还一脸冷漠的达米安，这会儿正闭着眼虔诚祈祷，嘴里念着想要和平，可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祈祷仪式总算结束了，厉威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这达米安演戏真是把好手。谁能想到刚才还冷冰冰的人，现在居然能装得这么虔诚。就在这时，大圣堂的神官走了过来，他笑眯眯地对达米安说：“本来还担心府里的皇子来不了，典礼会出岔子，多亏达米安殿下过来顶场。”达米安这演技简直满分，他笑着回了一句：“能感受到女神的恩宠，该道谢的是他才对。”神官听完笑得更深了，说：“既然殿下这么虔诚，女神一定会早日降下福泽。”结果达米安话锋一转，说：“与其担心他，不如多去关心那位正忙着管圣骑士团的弗里德皇子。”这两人的对话听着客客气气，实际上每句话都在互相试探。厉威在旁边看得直撇嘴，这达米安便连比翻书还快。谁能想到，这个现在彬彬有礼的男人，在原著小说里居然对这女主角干了整整130页那种没羞没臊的事。一想到那些少儿不宜的画面，厉威感觉自己都要冒烟了。这种两面派实在太危险，他暗暗下定决心，以后绝对要跟达米安保持距离。画面一转，达米安已经回到了私人休息室，这外衣一脱，刚才那副虔诚的假面具也跟着撕了下来。他冷哼一声，觉得那个老神官简直比狐狸还精，应付起来真是一点都不轻松。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道格拉斯在外面轻声说：“殿下，我给您送凉茶来了。”达米安头也不抬，直接让人进来。道格拉斯端着茶走近，笑着问：“是不是那个大祭司？”又让他心里不痛快了。达米安叹了口气，说：“比起现在的虚伪，他倒宁愿对方像以前那样，直接把难听话甩在他脸上。以前那些人说话可毒了，说他是魔物爆发那天出生的，身上一点神力都没有，祈祷了也是白搭。”道格拉斯倒是看得明白，说：“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您可是皇位继承人的有力竞争者，借他们的胆子也不敢乱说话。”达米安冷笑一声，这帮老狐狸精明得很，现在对他客气，全是因为看中了他手里的权力。他接过茶杯，让道格拉斯以后别费这劲，随便弄点喝的就行。这主仆俩心里都清楚，这皇宫里的风向从来都是跟着权力转的。道格拉斯嘿嘿一笑，说：“这都是以前主子教的好，做事情就要有始有终。”达米安端起茶杯，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不由自主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当年的母亲不仅长得漂亮，神力在帝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谁能想到，一个地方男爵的妻子，最后竟然能坐上皇后的位子？可好景不长，皇帝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这皇后的日子一下子就从云端跌到了地缝里。神殿那帮人为了夺权，非说皇帝生病是因为皇后不干净，还口口声声说想要皇帝好起来，就必须得换个新老婆。
结果呢，皇帝转头就娶了罗亚斯公爵的女儿，把那个跟神殿穿一条裤子的女人直接接进了宫里。那个叫伊塞尔达的女人一进宫就开始没完没了的排挤和抹黑，最后搞得达米安的母亲众叛亲离，身边只剩下道格拉斯和他2个人。看着母亲凄惨的下场，达米安在心里暗暗发誓，他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他放下茶杯，现在的权力还远远不够，想要在这吃人的皇宫里活下去，就必须爬到那个最高的位置，成为一个无可挑剔的皇帝。不然的话，神殿那帮人迟早会卷土重来，像当年逼死他母亲那样，把他最后一点生路也给断了。道格拉斯听完也沉默了，他太清楚那些人的手段，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道格拉斯前脚刚走，达米安就开始琢磨晚上的入学晚宴。听说赫伦家那位大小姐丽薇也会去，这姑娘好久没在社交场露面了。以前总听说她身体不好，估计现在也没什么精神。可一想到她那头标志性的金发，达米安脑子里全是她笑着叫自己殿下的样子。谁能想到平时冷冰冰的皇子，光是想想那个画面，整个人就有点绷不住了。达米安现在烦得要命，这种感觉又来了。自从到了青春期，他这精力就旺盛的离谱。本以为拼命练剑能消停点，结果都练成剑术大师了，还是没半点用处。他可不想像皇室那些老祖宗，最后落个荒唐的名声。更让他心里不平衡的是，弗里德那种禁欲系的家伙，偏偏最招女孩子喜欢。达米安不停地给自己洗脑，说想到丽薇，只是因为他提到了母亲。可一想到丽薇可能喜欢弗里德，他这心里就跟堵了块石头一样，怎么都顺不过气来。达米安这会儿正给自己洗脑呢，他说想要当个完美的皇帝，身边就绝对不能有女人，只有彻底断了这些念头，他才能在那条孤单的皇位之路上走得比谁都稳。既然入学典礼都办了，那肯定少不了后续的晚宴。这学院的新生欢迎会可是社交界的大场面，丽薇这一露面，全场的目光估计都得挪不开了。不过她今天打扮得这么隆重，可不是单纯来参加聚会的。她在人群里不停地扫视，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那个原著里的女主角到底躲在哪儿呢？丽薇心心念念要找的人就是原著里的女主角伊拉，只要能提前接触到她，丽薇的第2步计划就能开始了。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要彻底掐断达米安造反的念头，毕竟在原本的故事线里，这2个人的相遇可是引发后面一系列乱子的导火索。可丽薇在会场转了半天，连伊拉的影子都没瞧见。按理说这种场合，女主角不应该缺席啊。就在丽薇纳闷的时候，旁边传来了几个人的嘀咕声，听这语气，显然是在背后说人坏话呢。这帮人正对着谁指指点点，说一个男爵家的女儿居然还住在那种破破烂烂的宿舍里，难道她一点都不觉得丢人吗？丽薇躲在柱子后面，听这帮人越聊越起劲。原来伊拉没来参加晚宴，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现在连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听着这些刺耳的嘲笑声，丽薇总算明白为什么伊拉会躲着不露面了。摊上这么一群势利眼，换谁都待不下去。既然正主不在，丽薇也懒得在这儿浪费时间。可她刚准备转身离开，耳边又传来了新的八卦。伊万语气里全是嫌弃，他说那个所谓的帝国之剑继承人，其实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缺陷品。丽薇这下走不动道了，因为对方口中那个只会像哈巴狗一样追着男人跑的疯子，指的正是他自己。伊万一边晃着酒杯，一边在那儿冷嘲热讽。他说要是换成自己，早就羞愧的咬舌自尽了。这话听得丽薇火冒三丈，这帮人背地里嚼舌根，还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丽薇冷笑一声，重复着那句咬舌自尽，直接把旁边的路人吓得够呛。他踩着高跟鞋径直走向那桌嚼舌根的人，伊万还没反应过来，丽薇就已经站到了他们面前。他当众宣布自己才是唯一的继承人，拿什么伯爵的祝福说事儿。这时候伊万终于开口了，他叫伊万，是卡尔德子爵家的继承人。按理说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丽薇家的家臣，可伊万这声丽薇小姐叫的那叫一个轻浮，完全没把正主放在眼里。丽薇可不惯着他，直接吐槽他最近学坏了，这摆明了是在点他刚才背地里嚼舌根的事儿。伊万不仅没收敛，反而笑得更欢了。在他看来，丽薇还是那个弱不禁风的娇小姐，周围的人也都在看笑话，甚至有人在私下打赌，猜丽薇这次是不是又要当众晕过去了。既然都撞到枪口上了，丽薇决定给这帮人长点记性，省得他们总觉得自己是个好捏的软柿子。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只听见啪的一声，伊万手里的酒杯直接碎了，红酒洒了他一身。这下子全场都看傻了。丽薇站在对面，语气里全是嘲讽，还以为所谓的帝国之盾起码能挡住这点小意外呢。看着狼狈不堪的伊万，丽薇把刚才那句狠话原封不动还了回去。要是换成他，现在就该乖乖闭嘴，省得给家族丢人现眼。伊拉这下坐不住了，猛地一拍桌子，直呼丽薇的大名。丽薇头都没回，冷冷地甩出一句：“想干嘛？”他盯着伊万，眼神里全是挑衅。要不要现在就比划比划，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强者？甚至还提议赌上家族的荣誉。这话说的可就重了。伊万刚才那股嚣张劲儿一下子就被压了下去。丽薇心里很清楚，就算自己名声再差，那也是赫伦家族的正牌继承人，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只要他不到，就没人敢真的动他。结果呢，伊万只能咬着牙，一句话也憋不出来，最后灰溜溜的转身离开。这回脸可丢大了，刚才那个伊万也就是嘴硬，丽薇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过总算弄清楚伊拉在哪了，估计这会儿伊拉正躲在宿舍里自怨自艾呢。可等丽薇顺着动静找过去，眼前的景象让他直接愣住了。这破地方真的是宿舍吗？阴森森的没一点人气，简直比他上辈子住的地方还差劲。丽薇这下
彻底无语了。在这种地方待久了，没病也得憋出病来，这环境简直让人崩溃。其实我这么担心伊拉，还有个更深层的原因，他现在就像个提线木偶，被他那个叔叔死死攥在手里，过着跟我以前一模一样的日子。说起来，伊拉也挺惨，小时候父母就因为意外走了，只留下了一份要命的遗嘱，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谁能照顾伊拉到学院毕业，谁就能拿走1000金币。这哪是照顾，这分明是把他当成了摇钱树。而且在毕业之前，伊拉自己1分钱遗产都动不了，这帮亲戚为了那点遗产，心全黑了。尤其是他那个叔叔，表面上装的挺像回事，背地里却在算计，怎么让他意外消失。谁能想到这帮人真敢动手？就在那个血腥的晚上，伊拉差点就没命了。就在这生死关头，救星出现了，这人就是书里的男主角弗里德。伊拉被弗里德救了之后，顺理成章就陷进去了。这2个人要是能早点联手，那战斗力绝对爆表，说不定连达米安都能给拦住。这就是利威计划的第2步，只要把这2个人凑成队，以后的麻烦肯定能少一大半。想到这儿，利威忍不住笑出了声，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这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旁边突然传来了动静。利威赶紧回头看，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这大半夜的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利威盯着那个黑影，心里直犯嘀咕，那玩意儿看着像是一只蝙蝠，可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会有蝙蝠出没的样子。利威盯着那只蝙蝠，心里越想越不对劲，一只普通的蝙蝠怎么可能挡得住我的魔力？这小东西绝对有问题，既然被盯上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利威直接动了真格，唰的一下，手里多了一把泛着寒光的短剑。这下看你往哪儿跑！利威瞄准那个黑影，猛地把剑甩了出去。这一下准透，真没得说，直接把那小东西给定住了。利威自个儿也挺满意，看来平时的练习真没白费。虽然还没练好成剑，但对付这种小喽啰是绰绰有余了。还没等利威松口气，他突然发现不对劲，这大半夜的花园里竟然还有别人。利威赶紧回头质问：“谁在那儿？”结果树后头传出一个声音：“一直在那儿道歉。”这深更半夜躲在树后的，到底会是谁？那人赶紧解释，说自己真不是故意要偷看。利威定睛一看，这下轮到他猛了，站在对面的竟然是伊拉。看他这副局促不安的样子，明显是在这儿躲了半天了。利威忍不住开口问：“你大半夜的不睡觉，跑这儿来干什么？”伊拉赶紧从树后走出来，连声道歉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偷看你的。”利威这一回头，整个人都看呆了，不愧是书里的女主角，这长相简直就是女神下凡。不过现在可不是犯花痴的时候。利威赶紧晃了晃脑袋，让自己清醒一点。他大方的摆了摆手说：“没事，你不用跟我道歉，本来就是我在这儿瞎溜达。”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利威干脆先做个自我介绍。他说自己也是这儿的新生，名字叫利威·赫伦。一听到这个名字，伊拉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继承了祝福之力的赫伦家大小姐，怪不得刚才身手那么好。利威听得一头雾水，什么叫怪不得？还没等利威反应过来，伊拉就一脸兴奋地凑了上来。他说早就听说赫伦家能召唤名剑，今天能亲眼见到，简直太走运了。刚才那一幕真的超级帅。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反倒让利威有点招架不住了。伊拉显然没想到，利威竟然一点都不嫌弃他。他小声说了句谢谢。利威顺口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伊拉这才自我介绍，说他是赖纳男爵的女儿。不过他觉得利威肯定早就听过他了，毕竟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个空有头衔，只知道花父母钱的废柴千金。利威听完倒是一点没惊讶，反而说：“其实咱俩的情况差不多。原来利威来这儿上学也是被逼无奈，他那个叔叔为了霸占家产，竟然伪造文件，强行把他送了过来。”利威接着说：“好在他入学前就发现了猫腻，反手就把那个贪污家产的叔叔给告上了法庭。虽然被亲人背叛，确实挺难受，但利威想表达的是，伊拉完全没必要因此垂头丧气。这种感同身受的安慰，显然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利威这副自信的样子，简直自带光芒。伊拉这下彻底被触动了，他看着眼前的利威，心里那座冰山开始松动。他沉默了半晌，终于忍不住小声问了一句：“你真的觉得我也可以吗？”伊拉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小声问自己：“真的能变强吗？”这话听得利威心里暖暖的，毕竟以前从来没人这么夸过他。他想都没想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甚至还主动提议，要不从明天开始，咱俩就一起搭个伙吧。伊拉这下彻底懵了，他哪敢想这种好事，结结巴巴的确认：“你是说要跟我一起？”利威倒是很干脆，说只要跟着他，肯定能找到变强的法子。伊拉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你真的愿意带我玩吗？”利威根本没打算给他拒绝的机会，直接约好了明天中午在这儿碰头，打了个招呼就先撤了。这下轮到伊拉一个人在原地发呆了。利威一边跑一边琢磨，本来还担心伊拉性格太缩，会直接把他给推开，没想到这进展比预想的顺多了。照这个势头法斩下去，用不了多久就能让伊拉和弗里德大上线了。这计划简直完美。转眼到了第2天，学校的大厅里热闹非凡，可大家伙儿聚在一起，却都在议论同一件事。有人在那儿抱怨弗里德皇子居然又没露面，本来还指望今天能见上一面，结果又扑了个空。虽然弗里德没露面，大家伙儿倒也没太失望，毕竟教室里还坐着另一尊大佛。达米安就往那儿一坐，哪怕一句话都不说，那股子冷峻的劲儿也够扎眼的了。周围的女生全看呆了，一个个在那儿小声嘀咕，说这课选的简直太值了，能近距离看一眼达米安皇子，这辈子都够本了。就在这满屋子花痴的时候，教室的大门被推开了，
厉威带着伊拉大大方方的走了进来。这俩人一露面，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有人在那儿阴阳怪气，说厉威和伊拉最近走得太近了，还嘲笑说两个废物凑一块，倒真是挺般配。厉威听得心里直翻白眼，这帮人天天除了嚼舌根，就没点正事干吗？听着都觉得累。不过他也懒得搭理，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反正只要不耽误他的计划就行。转眼间，厉威和伊拉搭伙都1个礼拜了，看厉威状态不太对，伊拉赶紧凑过来关心，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厉威笑了笑，随口打了个哈哈，说昨天练得太狠了。其实他心里正对账呢，入学、交友、提升体能，目前看进展还算顺利，可唯独有一件事让他怎么也放不下心。之前那个监视他的蝙蝠明明被干掉了，可尸体却怎么也找不着了，这说明暗地里肯定还有人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厉威心里已经有数了，这背后捣鬼的人8成就是他。就在这时，教室门被推开了，吉利安不紧不慢地走上讲台，让大家伙儿都安静点，准备开始上课。别看他在学校里人气这么高，还是专门研究恶魔学的教授，可这人的底细可没表面上那么简单。他不仅是二皇子的铁杆支持者，手里还摆弄着那种绿眼睛蝙蝠。当初达米安的母亲被害，这账肯定的算在他头上。更麻烦的是，这家伙现在又盯上了弗里德和伊拉，正打算故技重施，非要在他们中间挑拨离间不可。吉利安在台上讲的那叫一个起劲，厉威在下面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既然这家伙能派蝙蝠来监视自己，那他现在肯定又在憋什么坏主意。吉利安一边翻着讲义一边说，恶魔这种东西就是女神定下的罪恶产物，他们最喜欢缠着那些本性同样阴暗的人。这话听着像是在科普，可吉利安这眼神明显是话里有话，他这分明是冲着达米安去的。吉利安在台上越说越离谱，他说恶魔最喜欢找那些心思不纯的人下手，一旦被附了身，人就再也不是人了，只会变成只知道破坏的野兽。达米安就这么静静的听着，没打算接他的茬。吉利安接着又开始唱高调，说保护大家是神殿的责任，也是圣骑士团的使命。既然要上课，肯定得见点真家伙。笼子里关着的是一只活生生的低级恶魔，这可是弗里德皇子亲手抓回来的教材。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吉利安突然开口了。他笑着看向厉威，故意当众捧杀，说既然赫伦家是帝国的剑，不如就请厉威小姐上来演示一下怎么用祝福来制服恶魔。这话一出，全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大家都在私下议论，看厉威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到底能不能拿得起剑。旁边的伊拉听得心惊胆战，这明摆着就是个坑。厉威要是真上去了，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容易收场。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刺耳，达米安在旁边听得真切，大家都在等着看笑话。要是连个低级恶魔都搞不定，赫伦家这帝国之剑的名号恐怕今天就要保不住了。吉利安还在那儿假惺惺的递台阶，问厉威是不是觉得太难了？这哪是关心，分明是想当众看他出丑。厉威可没打算退缩，他直接应了下来。毕竟身为赫伦家唯一的继承人，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怂。他径直走向那个笼子，心里却在冷笑。吉利安还以为自己藏得挺好，殊不知他派去监视的眼线早就被厉威给截获了。厉威可不是在逞强，为了应对这种突发状况，他已经整整攒了1周的魔力，就等这一刻彻底爆发。这股力量一亮出来，旁边的吉利安直接看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厉威竟然藏了这么深的一手。虽然强行释放这么多能量，身体肯定会吃不消，但只要能当众把这面子挣回来，这点代价绝对值了。厉威一步跨出，这下好戏才真正开。厉威这一出手，动静可真不小，积攒了1周的魔力瞬间炸开。这一击下去，别说恶魔了，连笼子都差点没保住。刚才还等着看笑话的人，这会儿全都没了动静。吉利安更是直接看傻了，他怎么也没算到厉威竟然能强到这种地步。这一场原本准备好的羞辱，彻底变成了厉威的个人秀。随着第一声惊叹传出，整个教室瞬间被掌声淹没。厉威笑着向大家道谢，这波操作不仅保住了家族名声，还彻底扭转了局势。坐在台下的达米安却没跟着起哄，他盯着台上的厉威，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种实力和气场，跟他印象里那个厉威简直判若两人。达米安忍不住怀疑，眼前这个光芒四射的女人，到底还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全场掌声雷动，厉威这波表现确实没得挑，连吉利安都不得不承认，他这魔力水平确实够高。吉利安赶紧咳嗽2声，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来。他顺着刚才的演示开始科普，说对付恶魔，除了神圣力量，像厉威这种顶尖魔力也行，不过想要彻底斩草除根，还是得靠大神庙的圣水。这也是为什么圣骑士团最近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既然演示已经圆满完成，吉利安也没理由再为难他，直接让厉威先回座位休息。厉威客客气气的应了一声，这出戏总算演完了。看着吉利安离开的背影，这人心里的火还没消呢，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公认的废柴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这种超出掌控的感觉让他心里特别不爽。在他眼里，厉威跟他那个老爹一样，都是让人头疼的麻烦精。镜头一转，气氛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吉利安正低着头跟人道歉，坐在主位上的男人语气里透着一股威严。他提醒在座的各位，赫伦家族可是帝国的顶梁柱，保护皇室和子民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天职。可听完这话，吉利安的眼神反而更阴沉了。吉利安这老狐狸，嘴上说着赫伦家族要保持中立，不管谁当皇帝都一样，可实际上呢，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比谁都响，觉得这家人就是在装清高。就在学院开学那天，厉威刚露面，就急吼的去找大皇子达米安私聊。
吉利安本来想凑过去听听，看他们在憋什么坏水，结果达米安这人警觉性太高，还没靠近就被发现了。虽然没听着具体内容，但吉利安已经坐不住了。既然厉威不打算跟他站一边，那他也绝不会让这两人在学院里翻起什么浪花。他在心里盘算着，等时机成熟，再找机会把厉威给办了。厉威刚回到座位，伊拉就赶紧凑了过来。伊拉关心地问：“厉威，你没事吧？”厉威点点头，说自己还撑得住，这堂课总算熬过去了。两人并排走在校园里，伊拉这会儿比谁都兴奋。伊拉笑着说：“厉威，你刚才简直帅呆了，看以后谁还敢在背后嚼舌根。”不过兴奋之余，伊拉也忍不住叹了口气，他感慨道：“真想快点升到2年级啊，到时候我也能学点魔法，就不用总在旁边看着了。”厉威看着身边的伊拉，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伊拉可不只是想学点魔法那么简单，他的潜力要是全发挥出来，足以毁掉整个帝都。按照原著的剧情，伊拉要在1年后的魔法课上才觉醒，但厉威等不了那么久，他打算推1把，让这个日子提前到来。厉威试探着开口：“伊拉，从今天开始，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训练场？”伊拉愣了一下：“训练？就只有我们2个吗？”厉威笑着点点头：“对，就我们2个一起练。”伊拉这下可乐坏了，连连答应，说只要是厉威教的，他什么都愿意学。看着伊拉这副兴奋劲儿，厉威反而有点犯嘀咕，这回答听着怎么怪怪的？不过只要能变强，过程什么的也就不重要了。厉威带伊拉来的这个训练场，看着跟荒废了没什么两样，但其实这里头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这地板可不是普通的石头，那是开国皇帝专门找来的，里头全是女神的神力，专门给当年的顶尖骑士用的。最关键的是，现在还没人发现这个宝贝。厉威这下可捡着大便宜了，这简直就是个天然的充电宝。站在这上面训练，体力恢复的比谁都快，而且厉威心里清楚，达米安早就发现这地方好使了。厉威脑子里全是原著的画面，原著里达米安就是在这儿对伊拉动手动脚，厉威忍不住暗骂，真是个大变态。不过话说回来，这地方虽然废弃了，倒是一点灰尘都没有，难道平时还有人专门打扫？伊拉换好训练服走了出来，伊拉小声问厉威：“我穿这身真的没问题吗？”以前从来没试过这种风格。厉威半天没说出话，这哪是去训练，这简直就是全场焦点。可还没等厉威夸2句，那个最不想见到的人居然真的出现了。达米安就站在不远处，厉威心里暗叫不好，真是说曹操到，这下撞个正着，麻烦可大了。厉威心里直冒火，这家伙居然想打伊拉的主意，门都没有，只要有他在，谁也别想动伊拉一根汗毛。厉威二话不说，拉起伊拉扭头就跑。达米安就这么看着他们离开，一句话也没说，但这眼神明显不对劲了。他嘴里念叨着：“厉威，赫伦。”看来这回他是彻底盯上厉威了。达米安本来想找个清静地方，结果还没走近，就发现有人先到了。厉威正手把手教伊拉练剑，他耐心地叮嘱，既然是第一天，就先从怎么握剑开始学。达米安在旁边看着，心里却有点犯嘀咕：厉威现在的身体明明还没好利索，怎么就开始逞强了？刚才那场演示，估计已经把他的魔力彻底抽干了。回想起以前，所有人都只顾着给他送掌声，只有达米安能看出来，他当时不仅是用光了魔力，简直是在拿命硬撑。厉威这回是真的拼了，不仅把当下的魔力全用光了，连带着后面几天的份儿也都提前透支了个干净。达米安在旁边看得透彻，这哪是简单的演示，这分明是厉威为了甩掉家族缺陷这个名头，故意演的一场戏。虽说这招确实挺聪明，但达米安还是想不通，他到底为什么非要做到这个地步？难道真的是转性了？看着厉威还在那儿给伊拉打气，达米安这心里的疑虑怕是越来越重了。达米安看着眼前的厉威，心里越发犯嘀咕，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厉威吗？简直像换了个人。没想到天都快黑了，厉威还没打算休息，他一个人在那儿拼命挥剑，那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达米安就这么靠在柱子后面，盯着那个还在加练的身影，他真是服了，魔力都透支成那样了，居然还不肯停手。厉威这简直是在玩命。达米安忍不住想，这女人是不是疯了？再这么练下去，怕是下一秒就要直接栽倒在地了。怕什么来什么，厉威这身体终究是到了极限，脚下一软，整个人直接就失去了平衡。一直在暗处观察的达米安，这下也顾不上什么清静不清静了，他大喊一声小心，唰的一下就冲了出去。这要是真摔在硬地板上，后果简直不敢想。好在达米安动作够快，厉威闷哼一声，这回是彻底累晕在他怀里了。厉威这会儿也清醒了，抬头一看，竟然是达米安，整个人都傻了。他忍不住问：“皇子殿下怎么会在这儿？”这下轮到达米安尴尬了，刚才还冷冰冰的达米安，现在连话都接不上，只能在那儿干站着。达米安赶紧让厉威挪个位子，这气氛再待下去，怕是让人受不了。厉威更是尴尬的要命，赶紧拉开距离，嘴里不停地道着歉。可冷静下来一想，厉威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这地方这么偏，达米安是怎么找过来的？该不会他是想在这儿赌伊拉吧？这要是真撞上了，那事情可就大条了。达米安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直接把话挑明了，说自己一直就在这儿练剑，根本不是厉威想的那样。这下轮到厉威傻眼了，原来是自己想多了。厉威赶紧低头认错，说自己确实是误会了，这态度倒是挺诚恳。达米安却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他盯着厉威问：堂堂赫伦家的大小姐，放着家里顶级的训练场不去，非要跑来这种破地方受罪？厉威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他说自己只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毕竟那些骑士和家臣都太护着他了，要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练成这样，估计又要大惊小怪。听到这儿，
达米安看他的眼神好像跟刚才不太一样了。看着眼前的厉威，达米安突然想起了一些往事。那时候也有个人总是温柔地叫着他的名，问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明明那个人看起来更难受，却还要反过来安慰他，让他别露出那种表情，让他先回房间待着。这些记忆跟眼前的画面重叠了，达米安的态度彻底变了。他主动开口问：“有什么是我能帮忙的吗？”厉威这下彻底懵了，这还是那个冷冰冰的皇子吗？达米安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光靠现在的研究，根本堵不住那些贵族的嘴，毕竟那些人可没那么好对付。厉威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自己的小算盘早就被他看清了，可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一直对自己冷冰冰的人，怎么会突然转性要帮忙？厉威干脆直接问他：“殿下到底是什么意图？”达米安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只是为了入学那天的事道歉。”他承认自己当时看走眼了，低估了厉威的本事。厉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事事追求完美的达米安，居然真的在跟他道歉。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达米安被盯得浑身不自在，他赶紧把头扭到一边，嘴硬说自己只是觉得努力的人就该得到回报，没别的意思。厉威这下总算释然了，既然这位皇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也就顺着台阶往下走，笑着谢过了他的夸奖。不过厉威临走前还嘟囔了一句，说这份努力本来是想保密的，结果还是被他看穿了。看着厉威离开的背影，达米安半天没挪步，这气氛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厉威笑着说：“有人能注意到自己的努力，真的很开心。”这一笑直接把达米安给看愣了，他半天没回过神，这跟他印象里的厉威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了掩饰尴尬，他赶紧咳嗽两声，转过身去。达米安叮嘱他别把自己逼得太紧，毕竟赫伦家族可是皇室最锋利的剑。厉威倒是听话，乖乖应了一声。既然话都说开了，厉威也打算先回去休息。达米安嘴上说着随你便，可这态度明显跟刚才不一样了。厉威一边走一边嘀咕，入学那天这家伙还一副要杀人的样子，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快？可仔细一想，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毕竟在原著小说里，所有故事都是围着主角转的。对弗里德和伊拉来说，达米安确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反派。可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没干过一件坏事。说不定这个人的本性并不是书里写的那样。其实达米安想要那个位置，只是为了保护想保护的人。他一直活得很孤独，只能拼命追求完美，好达成自己的目标。厉威突然发现自己和他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既然只了解他的一小部分，就不该直接给他贴上反的标签。他决定了，以后要放下偏见，在合适的距离观察他，只要他不走上歪路，自己也就不用担心丢掉性命了。想到这儿，厉威心里还有点愧疚。达米安之前一直把你当成变态，这回算我欠你的。夜已经深了，可训练场上还有动静，达米安一个人在这儿练得连站都快站不稳了。达米安咬着牙说：“真是要疯了！看来厉威带给他的冲击比他想象中还要大，这下他是彻底睡不着了。自从父母意外去世，伊拉的生活就彻底塌了。这种无助的感觉，谁遇上谁知道。”这时候，所谓的亲戚全冒出来了，拿着一份不知道真假的遗嘱，话里话外都在嫌弃伊拉没本事，说白了就是想把家产给分了。他的叔叔还假惺惺的凑过来，说在伊拉长大接管家族之前，他们会负责当监护人，把一切都给管起来，全是鬼话。伊拉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帮人根本不是在担心他，而是盯上了他背后的位子。这帮亲戚连装都懒得装了，父母刚走，他们眼里就只剩下那点家产。伊拉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帮人迟早要对自己下手。日子一天天过去，伊拉在学院里慢慢长大，可只要一想到毕业回家的那天，他就觉得那是条死路。难道自己也要步父母的后尘吗？既然横竖都是个死，伊拉甚至想过干脆就这么放弃算了。就在这时候，厉威告诉他，光躲着没用，想要活命就要学会反击。伊拉这回是彻底想通了，既然要反击，那就绝对不能犹豫，哪怕只是平时的对练。厉威对着他大喊：“现在集中注意力！”整个学院的练习场全是木剑碰撞的动静。谁能想到，以前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现在的招式竟然这么狠。这一剑撞上去，他是真打算给自己劈出一条活路来。厉威笑着说：“看吧，我就说你能行，这基础动作已经练得有模有样了。”伊拉还有点不敢相信：“真的吗？”厉威肯定地告诉他，只要照这个劲头练下去，进步绝对比谁都快。这一场练下来，厉威觉得浑身都舒坦了，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出过汗了。就在这时，伊拉突然叫住了他：“厉威！”厉威还没反应过来，对方憋了半天，最后只挤出来一句谢谢。看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恐怕还跟着什么难言之隐。伊拉终于把心里话掏出来了，他说：“要不是因为厉威，自己现在肯定还在绝望里打转。这种重获新生的感觉，他已经太久没体会过了。”厉威这下彻底慌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哭成这样了？两人坐下来一聊，厉威才知道这背后的水有多深。自从父母去世后，伊拉的叔叔就露出了真面目，打着缩减开支的幌子，把家里的房产全卖了，连老仆人都被赶出了家门。叔叔还一直给他洗脑，说他根本没本事撑起这个家。厉威听得火冒三丈，虽然早就知道他家里不安生，但没想到这个叔叔竟然能坏到这种地步。厉威赶紧安慰他，别对自己太苛刻了，那时候你才7岁，那些亲戚之所以敢这么折腾，纯粹是因为他们根本配不上这份家产。伊拉听完总算露出了笑脸，厉威，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宰割了，既然现在住在宿舍，我就一定要找到反击的办法。厉威听完沉默了一下，突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如果能让你父母的遗嘱失效，让你提前拿回属于自己的遗产，你愿意吗？伊拉整个人都愣住了，提前拿回遗产，
这种事他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其实，在原本的故事里，他的下场非常惨，不仅没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还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非要等到那个叫弗里德的男人出现，他才能勉强捡回一条命。利威心里很清楚，这种英雄救美的老套路，非要让女孩子先吃尽苦头，才能显出男主角有多厉害。可他实在是不忍心，凭什么非要受这份罪？伊拉缓过神来，小声问了一句：“真的有办法提前拿回来吗？”利威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有。”既然他已经插手了，这剧本就绝对不能照着原样演下去。利威这回是铁了心要管到底，既然他在这儿，就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姑娘再掉进火坑里受罪。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几天时间就过去了。两人再次碰面的时候，伊拉直接递过来一叠厚厚的文件，不仅有利威之前交代的资料，甚至连详细的商业计划书都做好了。利威随手翻了几页，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这才几天功夫，就能把东西准备得这么像样。看来这姑娘确实是个经商的苗子，毕竟家里以前是做大生意的，这骨子里的天赋那是谁也抢不走的。利威接过文件，这下稳了，只要有了这些东西，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拿回属于家主的权利。伊拉忍不住问了一句：拿这些资料到底要做什么？利威嘿嘿一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可是个大秘密。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外面突然热闹了起来，原来是为了明天的春季野餐，大家都在忙着搬东西，看来好戏就要开场了。春季野餐这事儿听着挺浪漫，其实就是个名利场。表面上是大家聚在一起喝茶，实际上呢，这可是贵族们明争暗斗的战场。尤其是现在皇太子的位置争得正凶，连坐哪儿跟谁坐那都是有讲究的，站错了队可就麻烦了。利威和朋友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伊拉叹了口气，还不如直接给咱们分好座位呢。他接着又小声问了一句：利威，你收到谁的邀请了吗？利威随口应了一句：也就收到了10来封吧。这话一出，对面的伊拉直接听傻了，10封，这受欢迎程度简直离谱。利威倒是没觉得有什么，挨个儿数了起来，有家里是交送的，有做军火生意的老板，甚至连课上的同学都发来了邀请。伊拉在一旁小声嘀咕，本来以为只有自己识货，结果现在大家都发现利威是个宝了。利威反过来问他：那你呢？收到多少张了？伊拉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一把拉住利威：收多少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能不能和你坐在一起。谁能想到刚才还黏着利威不放的伊拉，这会儿竟然主动松了口。伊拉认真的说，这次他打算坐到别的位置去，因为他要变得更出色，好成为一个能配得上利威的朋友。春季野餐会终于开始了，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到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在大家聊得正欢的时候，全场的目光一下子全被吸引过去了。利威这回一露面，直接成了全场的焦点，身边还跟着另一位名门千金。旁边的男人小声嘀咕：快看那边，那2位是赫伦家和赖奈家的。另一个男人感叹：利威小姐以前有这么漂亮吗？这下可好，今天的野餐会注定是不太平了。利威这回算是彻底出名了，这一露面，直接把全场的魂儿都勾走了。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这赫伦家的大小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耀眼？坐在角落里的伊万却不这么想，他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觉得这出戏演得实在太假了。伊万冷哼一声，这简直太荒谬了。就在这时，他想起了长辈之前的叮嘱，父亲开口道：伊万，我有话要告诉你。帝国的局势其实很微妙，卡尔德家是帝国的盾，而利威所在的赫伦家则是帝国最锋利的那把剑。说到底，卡尔德家和赫伦家本来就是分不开的，一家是盾，一家是剑，世世代代都要互相扶持。老一辈总在耳边念叨，说这是家族的荣耀，绝对不能忘了这份责任。可现在的伊万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喝着闷酒，满脑子都是别的主意，什么家族使命在皇位争夺面前，全都是过时的废话。不管赫伦家怎么选，他已经决定了，这回要站在二皇子这边。这下两家的关系怕是要彻底变天了。要说这二皇子弗里德现在的势头那是真的猛，背后有大家族撑腰，连神殿都得给他几分面子，谁想跟他对上，那纯粹是找不痛快。伊万这会儿正盯着远处的席位，虽然没能直接坐到主桌上，但离二皇子也就几步路，只要找准机会过去露个脸，这事儿就算成了一半。他转头一瞧，发现利威居然坐在花园正中间，这位置选的可真有意思，左边是大皇子的地盘，右边是二皇子的势力，他倒好哪边都不沾。在伊万眼里，这哪是什么保持中立啊，分明是两边都嫌弃他，他才不得不在这儿装样子。他已经想好了，今天必须得把二皇子给舔舒服了。至于利威，就让他守着那点旧名声，慢慢烂在土里吧。结果还没等他动身，旁边就有人喊了一嗓子：“利威小姐！”几个名媛主动凑了过去，嘘寒问暖的，生怕错过了套近乎的机会。这帮人的风向转得可真快，之前还说利威脑子有问题，现在全都在夸他立场坚定，说他这叫保持中立的智慧。看着大家争先恐后去打招呼，伊万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这些见风使舵的家伙变脸比翻书还快，他这才反应过来，利威选这个位置根本不是因为没人理，而是要把所有人都吊起来。这女人心机深得让人害怕啊！看着利威在那儿左右逢源，这男人心里更不痛快了。他觉得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家族一点好处都没有。既然利威指望不上，他只能自己去找出路了。利威这边倒是挺顺心的，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现在全城都知道他是中立派的继承人了。喝着茶，他心里还在盘算，如果没记错的话，原著里接下来该有恶魔袭击了吧？利威正悠闲地喝着茶，既然只是些低级恶魔，他打算就在旁边看个热闹，反正这种小场面还轮不到他这个大小姐出手。结果这茶还没咽下去，周围的气氛唰的一下就变了，一股莫名的波动传了过来，利威整个人
直接僵在了原地。这感觉不对劲，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动静。厉威猛地站起身，把旁边的伊拉吓了一大跳。这股气息分明是魔气。厉威死死盯着杯子里的茶水，这强度绝对不是什么低级恶魔能搞出来的。看来原著的剧情出大问题了，难道除了我就没人发现不对劲吗？这事儿绝对有蹊跷，我必须亲自去查个清楚。厉威转头叮嘱伊拉：“你先在这儿守着，千万别跟过来。”交代完这一句，厉威提着裙子就冲了出去。这会儿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那股魔气越来越近，就在前面。等他好不容易停下脚步，看清眼前的建筑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不是达米安的茶室吗？谁能想到魔气的源头居然会在这里？魔气确实就是从这儿散出来的。厉威站在门口，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厉威问：“殿下，您在里面吗？”屋里突然传出一阵乱响，听着像是在急着收拾什么东西。这下更可疑了，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的果然是达米安。达米安问厉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厉威赶紧行了个礼，说是自己冒昧打扰了。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屋子里的秘密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厉威说：“我来这儿是因为……”他这会儿脑子转得飞快，毕竟达米安最忌讳恶魔这种词，这要是说错一个字，后果简直不敢想。谁让达米安从小就被说是不洁的皇子呢？那些难听的流言蜚语一直是他心里的刺。厉威干脆实话实说：“我刚才感觉到这儿有魔气，所以想过来确认一下。”达米安这下彻底愣住了。魔气？厉威赶紧补了一句：“也可能是我弄错了。”可达米安根本不信这是误会，谁都知道赫伦家族的人对魔气最敏感了。既然厉威都这么说了，那这屋子里肯定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光亮的刺眼，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这股魔气就开始疯长，把整个屋子都给填满了。达米安也懵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厉威心里清楚，这强度根本不是普通玩意而能比的。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直接冲了出来，这压迫感简直要把人给吞了。这绝对是高阶恶魔，搞不好还是历史上头一个传说中的超验恶魔。厉威大喊：“殿下快退后！”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达米安一把将厉威护在身后，这怪物的个头大得离谱，完全超出了厉威的预判。这怪物的体型完全超标了，原著里根本没提过这号角色，剧情已经彻底跑偏了。不行，得想办法保护达米安。还没等厉威动手，达米安直接挡在了前面。达米安冷冷地说：“退后，这东西你应付不来。”看来这次他是打算动真格的了。达米安这一出手，威力确实没话说，那只巨大的怪物直接就被轰成了渣，看着挺唬人，结果连一招都接不住。这下连厉威都看懵了。厉威总觉得哪里不对，这怪物个头是大，但实力也太弱了点。刚才那种让人发毛的感觉，绝对不是这种货色能发出来的。达米安没打算收手，他继续往前走去，但他没注意到脚下的影子已经不对劲了。高级恶魔都有个习惯，那就是先解决最强的对手。厉威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刚才那个只是诱饵？他赶紧大喊：“殿下快躲开！”可还是慢了一步。这怪物刚才一直藏在暗处，现在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猛地张开大嘴，无数条触手直接甩了出来。达米安根本没时间反应，瞬间就被死死缠住。这下真的麻烦了，达米安这下彻底被缠住了。厉威急得大喊：“殿下！”可这些触手越勒越紧，根本不打算放人。厉威这会儿终于想起来了，这种恶魔能随意改变形态，不管是变成触手还是粘液，都只是为了下一步动作。他们专门寄生在人类身上，靠吸收欲望来填饱肚子。这玩意儿竟然是色欲恶魔，这下达米安真的危险了。就在达米安命悬一线的时候，时间一下子回到了15分钟前。原来这事儿早就有预兆了。达米安发现自己身体不太对劲，这种感觉说不上来，但他心里清楚，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这种异样感是从在训练场见到厉威开始的。不对，可能从入学典礼那天起，他就已经陷进去了。只要一想到厉威，他的身体就完全不听使唤。这下全对上了，难怪色欲恶魔能这么快得手。越是想把那个女孩从脑子里赶走，她的样子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多年一直跟女性保持距离。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身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胜利，还是说这副身体天生就跟欲望脱不开干系。但这事儿现在已经明摆着了。达米安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混蛋，居然会对一个身体虚弱的姑娘起这种不该有的念头。明明知道厉威根本不是故意的，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勾引谁，可达米安就是没办法冷静下来，这种失控感让他快要疯了。达米安现在满脑子都是厉威，这下真的麻烦大了。他发现自己根本控制不住，这副身体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他现在这副样子，别说去参加什么野餐了，连站起来都费劲。他在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就在他最狼狈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有人在叫他殿下。达米安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声音他再熟悉不过。厉威居然在这个时候找上门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厉威在门外小声问：“你在里面吗？”达米安现在简直要抓狂了，他一边手忙脚乱地整理衣服，一边在心里暗骂：这该死的失控感，怎么甩都甩不掉。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厉威，总觉得这个女人是在故意折磨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为什么要让他想起那些根本不该有的念头？厉威的一举一动都在挑战达米安的底线，这让他觉得自己既卑微又可耻。明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很清楚，现在不是沉溺于儿女情长的时候。为了那个位子，他必须得狠下心来。为了那个至高无上的皇位，达米安一直要求自己必须完美，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可现在这副样子，要是被人看见
就全毁了。偏偏想起了吉利安的话，这种脏东西最喜欢缠着那些本性就不干净的人，比如心里藏着邪念的家伙。达米安这下彻底心虚了，难道真是因为这几天他一直对厉威念念不忘，才把这怪物给招来的？达米安现在的意识已经模糊了，这怪物缠得太死，他根本没法反抗，眼看就要彻底陷进去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厉威的一声呼喊，硬生生把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这下他总算清醒了点。谁能想到，平时看着娇滴滴的厉威，这时候居然直接冲了进来，而且他手里还拿着家伙。这一下动作快得惊人，厉威根本没打算犹豫，对着那恶心的触手直接就是一记狠的。这一剑下去，能不能就吓达米安？就看这下了。厉威这一手确实够狠，那怪物连个响都没听见，直接就被彻底清理干净了。这下总算能喘口气了。可怪物虽然没了，达米安却已经到了极限，他这一下栽倒，差点让厉威没接住。厉威赶紧把人扶稳。殿下，你还好吗？看他这副样子，厉威知道不能再耽搁了，你先撑一会儿，我这就去外面叫人过来。厉威刚想转身去喊人，结果手腕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达米安咬着牙说：“别去，千万别叫人，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赶紧走。”厉威这下彻底慌了，他发现达米安的状态根本不是虚弱那么简单，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男人本来就不好对付，偏偏刚才缠上他的是那种专门勾起欲望的怪物。看着达米安现在的样子，厉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下麻烦大了，这种是非之地绝对不能久留。厉威二话不说，拔腿就往门口冲。可就在手碰到门把手的那一刻，他又犹豫了。要是现在真的一走了之，后面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要是现在真的一走了之，达米安这辈子就彻底毁了。外面那些关于他勾结恶魔的传闻，让他根本没法开口向任何人求助。厉威心里很清楚，一旦他现在的样子被别人看见，那可就不是受伤这么简单了。这男人是在拿命在赌。厉威转过身，语气里透着无奈：“殿下，实在抱歉，这扇门现在根本打不开。”达米安这下也愣住了，刚才那场恶斗动静太大，估计是把门上的封印咒语给震坏了。这下倒好，谁也别想出去。厉威一步步走回他身边，正式报上了自己的号：“我是厉威，赫伦，也是守护皇室的剑。既然身份摆在这，我就绝对不能丢下受伤的皇室成员。不管接下来要面对什么，他都打算硬扛到底了。”达米安现在连站都站不稳了，他咬着牙提醒厉威：“你应该很清楚，我身上可没有能压制魔气的神圣力量。今天的事我绝不追究，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厉威哪能放心啊？殿下！达米安猛地伸手拦住他，语气里全是警告：“别再靠近了。”他现在每说一个字都像在拼命，要是厉威再往前一步，接下来的事恐怕就真的收不了场了。达米安最后下了死命令，这是命令，立刻退后。达米安连路都走不稳了，厉威在后面急得不行：“殿下，看他这副样子，要是真让他一个人走掉，这事儿恐怕就彻底闹大了。”达米安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可厉威根本没打算听，他不仅没退后，反而一步步走了过去。厉威态度很坚决：“那就至少让我留在您身边。”殿下，他直接动用了祝福的力量。厉威接着说：“我会用祝福净化这些魔气，这样您应该会感觉好受一点。”这股力量一出来，达米安的情况能不能稳住，谁也说不准。厉威这股劲儿上来，谁也拦不住，祝福的力量直接就对上去了。结果这魔气比想象中还难缠，厉威自己也中招了，浑身烫得跟火烧一样。这种滋味儿真不是人受的。达米安刚才一直就在遭这种罪吗？厉威试探着问了一句：“殿下。”结果达米安这一下让他心里彻底没底了。厉威还是不放心，想看看达米安到底怎么样了。“殿下，您还好吗？”达米安这下抬头，整个人都不对劲了，还没等厉威反应过来，手腕就被死死扣住了。厉威吓得叫出了声，这一拽力气大得惊人，他直接撞进了达米安怀里。这下好了，本来是想救人的，结果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达米安这下是真的失控了，厉威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死死按在了地上。厉威试探着喊了一声：“殿下！”达米安凑到他耳边，声音低得让人心里发毛。达米安说：“只要碰到你，我就觉得舒服多了。”这话听得厉威心里咯噔一下，现在的达米安整个人散发出的气息完全变了。达米安接着问：“我可以再多碰碰你吗？”这下情况彻底失控了，本来是想帮他压制魔气，结果反而把自己送到了嘴边。这回厉威是真的没退路了。达米安现在完全被本能支配了，他凑在厉威耳边不停地催促：“回答我，快点！”厉威还没来得及说话，裙摆就被死死拽住了。看着达米安这副样子，厉威最后还是心软了。厉威小声说：“如果你只是碰一下的话，可以。”他以为这样就能安抚住对方，可他太低估现在的危险性了。听到这话，达米安嘴角竟然勾起了一抹笑。我没想到你会答应。这笑容里哪还有平时的冷峻，全是得逞后的危险气息。达米安手上的动作根本没停，他最后提醒了一句：“记住，我警告过你，让你离我远点。”既然厉威自己选了留下来，那接下来的后果就只能由他自己承担了。可谁能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外面竟然翻天了。原本平静的庄园瞬间被一股诡异的气息笼罩，成群的魔物凭空出现，侍卫正带着卫兵拼命抵抗。魔物出现了，都给我冷静点，把他们全部干掉！看着眼前这乱成一锅粥的场面，侍卫整个人都要炸了。该死，野餐会到底出什么事了？这些魔物怎么会突然冒出来？外面魔物横行，屋里却陷入了另一种疯狂。达米安这回是彻底失控了，他根本没打算放过厉威，动作快得让人根本没法反应。厉威被死死按在身下，现在的达米安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达米安低声喊道：“厉威，赫伦！”
这一声全名听得厉威心里直发毛，他想让对方冷静点。厉威小声求饶：“殿下，等等。”可话还没说完，就被达米安直接堵了回去。这下是真的没法收场了，厉威这回算是彻底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了。达米安凑在厉威耳边，语气里全是危险的信号：“想跑的话，你刚才就该跑的，现在已经晚了。”厉威现在后悔的要命，如果早点把那个恶魔解决掉，达米安也不会被折磨成这样。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达米安突然停下了动作。达米安骂道：“该死！”他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猛地拉开了两人的距离。还没等厉威松口气，接下来的场面让他彻底傻眼了。达米安竟然直接把衣服给甩了，这下屋里的温度是彻底降不下来了。厉威心里开始打退堂鼓了，我不该这么做的，但是仔细想想，好像也没什么不行的。反正等达米安清醒过来，根本不会记得现在发生了什么，毕竟现在的他完全是被那个恶魔给控制了。厉威给自己找了个完美的借口，我有祝福的力量，只要顺着他的意思，让他把这股劲儿发泄出来，说不定还能顺便帮他把体内的魔力给净化了。这下是真的没退路了，既然是为了救人，那就只能豁出去了。虽然厉威以前没试过这种事，但现在箭在弦上，已经由不得他犹豫了。这可是为了救命，豁出去也就这一回了。这下屋里的气氛彻底变了，达米安的动作越来越过火，厉威整个人都懵了，只能任由对方带着节奏走，这感觉比对付魔物还要命。达米安这会儿稍微找回了点理智，他看着厉威问：“我想再多碰碰你，可以吗？”这语气听着像是在商量，可实际上根本没给拒绝的机会。厉威心里直打鼓，毕竟这可是他的第一次，谁能想到这种大事竟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厉威现在是彻底认命了，他小声求饶。厉威说：“所以请慢一点，殿下。”达米安听到这话反而笑得更危险了。达米安反问：“慢一点？”谁能想到这位平日里冷冰冰的殿下竟然也是个新手。达米安说：“抱歉，这也是我的第一次，所以我没法保证什么。”这话一出，厉威心里最后那点底气也没了。一夜过去，天总算是亮了，阳光照进屋里，昨晚那场闹剧也该收场了。厉威迷迷糊糊睁开眼，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就感觉到身边不对劲，这下他是彻底清醒了。达米安还没走，两人就这么贴在一起，昨晚那些荒唐的画面一下子全涌进了脑子里。厉威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这简直太疯狂了！我到底干了什么？我竟然跟小说里的大反派发生了这种关系，等他一会儿睁开眼，我该怎么收场啊？厉威刚想动一下，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疼。昨晚确实是闹得太凶了，他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把持住呢？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那股要命的魔力总算是净化干净了，这代价虽然有点大，但好歹命是保住了。厉威悄悄回头看了一眼达米安，这会儿睡得正沉，看样子昨晚他也累得够呛，还没从消耗中缓过劲来。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脸，厉威心里五味杂陈，本来只想跟他搞好关系，结果现在倒好，直接把关系搞到了床上。厉威开始给自己找借口了，这事儿纯属意外，就像走在路上被车撞了一样，只不过撞他的是个长得帅点的恶魔罢了。没错，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趁着达米安还没醒，现在不跑更待何时？厉威这下是真急了，他轻手轻脚的爬起来，这动作快的生怕慢一秒就被抓个正着，总算是溜到了门口。厉威最后回头看了一眼，他在心里默默念道：“殿下，您就好好睡吧，咱们最好后会无期。”厉威前脚刚走，这门一关，他倒是想得挺美，觉得只要达米安不记得这事儿，就能当没发生过。达米安这会儿总算是醒了，可他现在脑子里乱得很，根本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睡着的。结果还没等他缓过劲来，昨晚那些火热的片段就开始在脑子里疯狂回放。达米安这下是彻底懵了，这记忆也太真实了，根本不像是在做梦。谁能想到自己守了这么多年的清白，竟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交给了厉威？达米安还在那儿自我怀疑呢，他觉得这肯定是自己想多了，毕竟这几天脑子里全是厉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正常。可这身体的感觉骗不了人，以前那种压抑的魔力全没了，整个人轻松的不像话，这绝对不是做个梦就能办到的。结果这一看，这下彻底解释不清了，他的腰上竟然多了一个蛇形印记，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马车在林间小道上晃个不停，这动静听着就让人心里不踏实。伊拉看着对面的厉威，小声问了一句：“厉威，你还好吗？”看厉威这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显然是累坏了，估计昨晚那场意外还没让他缓过劲儿来。他刚想开口解释，可这身体确实是不听使唤了。厉威叹了口气，说自己对付那恶魔确实累够呛，体力已经彻底见底了。伊拉听了心里挺过意不去，觉得这种时候还麻烦厉威，实在是不应该。可厉威哪能放心啊？学院里现在还不安全，万一还有没清理干净的恶魔呢？他顺势往伊拉身上一靠，干脆发起了邀请：既然宿舍回不去，那就直接跟我回庄园住吧，反正我也一直想带朋友回家玩，你就当是陪陪我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伊拉也没法再拒绝，只能点头答应下来。虽然嘴上说着没事，但厉威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按理说，这种级别的恶魔根本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原本的故事线里，野餐会上顶多也就是些小喽啰，这回怎么突然冒出个大家伙？虽说靠着达米安的帮忙，总算是把那怪物给解决了，可厉威这心里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这事儿真的算彻底解决了吗？不过转念一想，学院那边还有人盯着，圣骑士团也不是吃素的。厉威这紧绷的弦一松，困意刷的一下就上来了，他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直接倒在了伊拉肩膀上。这下可好，刚才还聊得起劲，现在
直接睡得雷打不动了。看着厉威睡得这么沉，伊拉这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想起之前看圣骑士用过这招，干脆现学现卖，也想帮厉威分担点疲惫。谁能想到这原本看着挺难的法术，伊拉一上手竟然这么顺，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原来自己体内竟然藏着这么强的神圣力量。毕竟厉威身为皇室之剑，以后的硬仗肯定少不了。伊拉暗暗下了决心，只要自己再多练练，以后肯定能帮上大忙。伊拉看着靠在自己肩上的厉威，心里默默祝他做个好梦。可就在这温馨的时候，另一边却出事了。镜头一转，咱们来到了路易吉领主的庄园。大半夜的，一阵急促的喊声打破了宁静。有人冒冒失失的闯进卧室，床上的男人正睡得香呢，被这么一闹，满脸都写着不高兴。可手下接下来的话让他瞬间没了睡意。这深更半夜的紧急报告，竟然是关于伊拉的。手下急匆匆跑来报告，说学院那边闹了恶魔，动静搞得特别大。路易吉听完，第一反应竟然是问伊拉死没死。听说伊拉没出事，路易吉这才松了口气。可他担心的根本不是侄女的命，而是那份还没到手的遗产。要是伊拉现在没了，他的发财梦也就跟着碎了。手下接着说，是赫伦家的继承人救了他。路易吉一脸嫌弃，那个传闻中的残次品利威怎么会突然跑去多管闲事？更让他没想到的还在后头。手下提醒他，利威和伊拉现在的关系可不只是走得近这么简单。赫伦家已经正式起诉了银行。这下路易吉的如意算盘怕是要彻底落空了。一听到关于伊拉遗产的事，路易吉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原本稳操胜券的买卖，竟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转眼天就亮了，女仆在床边连声催促，利威这才慢悠悠的醒过来。听说伊拉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这下他可不敢再赖床了。女仆一边伺候利威起床，一边感慨他总算睡了个安稳觉。毕竟这段时间，利威为了训练简直成了拼命三娘，天不亮就爬起来。利威听了也有点不好意思，确实是之前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偶尔睡个懒觉，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既然醒了，正事儿也不能耽误。利威吩咐女仆去请伊拉，打算两人在别馆好好吃顿早午餐。女仆自然是满口答应。等屋里没人的时候，利威伸手拿向桌上的小盒子，这里面装的可不是普通的糖果，而是带魔法的避孕药，只要吃下一颗蓝色的，就能解决掉所有的后顾之忧。利威随手翻开今天的报纸，打算看看外面都传成什么样了。好家伙，学院闹恶魔的事儿果然上了头条，报纸上写的那叫一个虚乎，说恶魔差点就把王都给掀了。这二皇子带人救场，直接成了全民偶像。可大皇子就倒霉了，因为野餐迟到被喷成了筛子。利威看着这些报道，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些媒体最擅长的就是挑拨两位皇子搞内斗，可翻遍了整张报纸，唯独没见关于色欲大恶魔的消息，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到底是那怪物被彻底清理干净了，还是达米安在背后使了劲，故意把这档子事儿给瞒了下来？正琢磨着呢，女仆在外面敲门催着吃早饭了。利威应了一声，这就准备出门赴约了。伊拉已经在花园里候着了，一见面就关心地问他昨晚睡得安稳吗？利威笑着坐了下来，这觉睡得确实解乏，不过比起叙旧，他手里还有个更带劲的消息。利威开门见山地告诉伊拉，那笔原本悬着的遗产很快就能落到他手里了。伊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快就办成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利威笑了笑，我直接把银行给告了。原本伊拉父母留下的那笔钱，一直被银行按遗嘱死死攥着，谁也动不了。利威可不打算按常理出牌，他专门请了赫伦家族的王牌律师，就是要强行废掉那份遗嘱。这帮律师办事效率极高，很快就抓住了伊拉叔叔的死穴。这老家伙自称是监护人，结果被查出来根本没管过伊拉。利威这步棋走得极准，只要证明了叔叔失职，那份遗嘱就彻底失效了。伊拉看着手里的文件，这不仅仅是几张纸，更是他梦寐以求的自由。官司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压在他身上多年的大山总算要被搬走了。这突如其来的转机让他一时间根本缓不过来。利威看出了他的心思，直接把那些客套话全给堵了回去。利威摆摆手，谢就不必了，道歉更是没必要。既然现在没地方去，那就干脆先住在我这儿，等以后找着合适的房子再说。利威笑得特别灿烂，反正他一直想找个伴，这下正好如愿以偿了。可这豪门里的日子真能像他们想的这么太平吗？伊拉当然忘不了这份恩情，他甚至都开始幻想以后两人在一起的生活了，每天一起吃饭，周末还要去野餐逛街，听着确实挺美好的。可说着说着，伊拉却突然没了动静。利威这下纳闷了，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伊拉笑着说，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利威做什么我都不在乎。3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地方看着气派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学院。守卫急匆匆地跑来复命，队长，学院的巡逻任务已经完成了。弗里德听完点了点头，大家都辛苦了，这3天都没怎么合眼，赶紧回去歇着吧。别看这位二皇子平时温文尔雅，他可是圣骑士团的头儿。守卫有点纳闷，队长，你不跟我们一块儿走吗？弗里德摆了摆手，说走之前想在学院里再转转，让大家不用等他先回去。这下可把手下们感动坏了，在他们眼里，这位殿下不仅神力强大，还处处为别人着想，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弗里德突然停下脚步，回头问了一句，之前受损的宿舍修好了吗？守卫赶紧立正汇报，说已经全部完工了。这事儿还得谢谢利威，要不是他为了安全带走伊拉，宿舍也不会空出来，维修进度哪能这么快？弗里德听完觉得挺凑巧，既然这样，我是该找个机会请利威喝杯茶，当面谢谢他了。守卫一听就开始不正经了，队长你可得小心点，那位大小姐以前为了追你，可是
连晕倒这种招数都用过。弗里德赶紧让他打住，说拿女孩子开这种玩笑实在是太失礼了。等手下们都走远了，弗里德这才收起了笑脸。原来他非要留下来，可不只是为了散步。他在野餐那天感觉到了一股很不舒服的魔气，可这3天他把学院翻了个遍，却什么都没发现。难道真是自己感觉错了？这学院大的离谱。弗里德正一边走一边抱怨呢，突然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谁能想到路易吉现在竟然落魄成这样？他扶着栏杆，嘴里全是他的钱和遗产，只要能拿到那笔遗产，下半辈子就能吃香喝辣。可现在所有的发财梦全碎了。路易吉咬牙切齿地说：“这都怪伊拉，不，全是那个女人的错。”这下他彻底疯了，直接掏出了短剑。都是因为那个碍事的家伙，非要跑出来搅局。路易吉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看样子他是打算去拼命了。利威正走在学院里，压根没发现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躲在暗处的路易吉这会儿已经彻底丧失理智，他扯着嗓子大喊：“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利威！赫伦！”利威听到动静，刚一回头，路易吉就跟疯了一样，举着短剑直冲过来。这架势明显是要拼个鱼死网破，眼看这剑就要刺下去了，突然一只手唰的一下伸了出来，死死扣住了路易吉的手腕。弗里德这一出手，路易吉那条胳膊估计是保不住了。路易吉疼得嗷嗷直叫，手里的短剑也拿不稳了。随着短剑落地，他最后的疯狂也被彻底打断了。弗里德冷冷地问：“谁给你的胆子，敢在学院里动粗？既然敢动手，那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弗里德接着说：“以帝国之名，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弗里德关心地问：“利威小姐，你没事吧？”利威这会儿还没缓过劲，只能赶紧点头道谢。其实利威心里早有预感，他知道路易吉肯定会来找麻烦，但他万万没想到，最后救他的竟然是弗里德。弗里德笑了笑说：“看样子你挺意外的。其实我也一样，好久不见了，利威小姐。”就在这时，伊拉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一看这乱成一团的场面，他整个人都傻了。伊拉盯着那个被按住的男人，忍不住喊出了声：“叔叔！”这下亲戚变仇人，事情彻底闹大了。伊拉看着地上的凶器，整个人都吓坏了。他一把冲过去扶住利威，急得声音都变了。伊拉自责地问：“利威，你没事吧？他是不是因为我才来伤害你的？”利威赶紧安慰他：“放心吧，我没受伤，多亏了二皇子殿下帮忙。”利威心里还琢磨呢，这可是伊拉和弗里德第一次见面，得赶紧给这位救命恩人刷刷好感。弗里德看着眼前的烂摊子，严肃地问伊拉：“你认识这个男人吗？”伊拉看着那个狼狈的男人，语气冷到了冰点。他说：“这是我叔叔，估计是为了那场官司才狗急跳墙的。亲叔叔竟然能干出这种事。”伊拉这回是真的心寒了，但这事儿还没完。路易吉既然敢在学院动手，背后的水恐怕比想象中还要深。路易吉这嘴是真的碎，都被按在地上了，还不忘嘲讽伊拉，说他只会摆大小姐架子，根本交不到真心朋友。伊拉冷冷地回了一句：“让他闭嘴。”这要是换做以前，他可能就忍了，但现在他可不吃这一套。结果路易吉越说越过分，竟然拿伊拉的父母当挡箭牌，说他们早就看穿了伊拉是个容易被骗的傻瓜。他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利威，觉得是利威在背后出主意，才让伊拉有胆子回来争遗产。这老狐狸死到临头还想挑拨离间，他这一通乱咬，不仅没能救自己，反而把最后一点退路给彻底堵死了。路易吉还在那儿垂死挣扎，冲着伊拉大喊，说他被利威给骗了。伊拉这回是真没惯着他，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直接把路易吉扇到了地上。这一巴掌下去，连旁边的弗里德和利威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平时温温柔柔的伊拉动起手来竟然这么干脆，动静闹得这么大，周围的学生全围过来看热闹了。这下路易吉的老脸算是彻底丢尽了。伊拉这一巴掌打完，还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他冷冷地警告路易吉：“别再让我听到你诋毁我的朋友。”周围的人全看傻了，大家都在私下议论，原来伊拉是为了利威才发这么大火。看来这位大小姐可不像表面上那么好惹，以后谁要是敢动利威，伊拉第一个不答应。弗里德也没闲着，直接叫来守卫下令。这老家伙不仅袭击利威，还敢对皇子动粗，这下数罪并罚，必须按规矩严办。路易吉这回是彻底栽了，被守卫拖走的时候，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辈子估计都要在牢里度过了，这就是动了不该动的人的下场。但这事儿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路易吉这老家伙死到临头了，还在惦记他的钱。他一边挣扎一边喊，要是被抓了，他的财产可就全泡汤了。就在他想趁乱逃跑的时候，一只手死死地拽住了他。路易吉气急败坏的大叫：“快给我放手！”结果还没等他跑出2步，整个人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连防身的匕首也掉在了一边。这下他是彻底没戏了。弗里德冷冷地看着他，想往皇宫里跑，我看你还是省省吧。路易吉连惨叫都还没发出来，就被这股力量死死地困在了原地。这下别说跑了，他连动一下都成了奢望。看来达米安这回是真动了杀心。路易吉这下是彻底栽了，被这股力量死死按在地上，连求饶的力气都没了。弗里德笑着转过身，这声招呼打得挺自然，好久不见，达米安。这两人一碰面，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利威在后边嗓门都喊破了：“达米安，你怎么会在这？”达米安可没心思叙旧，他直接奔着地上的路易吉去了，袭击贵族马车，还在二皇子面前动刀子，甚至还想往皇宫里闯。这桩桩件件算下来，路易吉今天怕是插翅难逃了。达米安盯着地上的路易吉，直接把话挑明了：背叛皇室，那可是要当场掉脑袋的。既然人是弗里德抓到的，达米安也懒得废话，接下来的审讯就全交给你了。
弗里德倒是客气，笑着说这全是达米安的功劳。接着他转过头想把伊拉和利威带走问话，眼看人就要被带走了，达米安突然开口拦住了他们。等一下，这事儿还没完，帝国的利剑遭到伏击，这可不是带走问个话就能随随便便了解的小事。达米安一步跨到利威身前，这态度明摆着，利威他要亲自带走问话。弗里德就这么盯着他，半晌没吭声。谁知他突然笑了一下，这退让的也太干脆了。弗里德嘱咐达米安照顾好人，转头就带走了伊拉和路一吉，还顺便跟利威道了个别。利威这下彻底傻眼了，眼睁睁看着救命稻草走远，心里那叫一个崩溃。别走啊，谁来救我？达米安冷冰冰地喊出了他的去。利威、赫伦，咱们单独聊聊吧。这一声直接把利威吓得够呛。画面一转，利威已经被带进了一间屋子，他坐在沙发上，心里那叫一个乱，怎么偏偏被带到了这儿？看着达米安一步步走近，利威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难道说那天发生的所有事他全都记得？达米安看出了利威的紧张，先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别担心，我找你来不是为了私事。利威这下更纳闷了，既然不是私事，那还能找他干什么？达米安犹豫了一下，接下来的话简直让人没法接。我想问问关于我下半身那条蛇的事。不对，应该是龙。利威整个人都石化了。蛇？龙？这话题转的也太离谱了吧？他是在说那个地方吗？居然还特意纠正说是龙，这男人到底哪来的自信？看利威半天没反应，达米安清了清嗓子，怎么不说话？我可提醒你，那天的事我全都记得，所以别想耍花招。达米安把话挑明了，那天的事他记得清清楚楚。利威想赖也赖不掉，利威尴尬的咳嗽两声，只能硬着头皮承认，我也记得，毕竟那条龙确实挺让人难忘。达米安听完居然还当真了，他追问了一句，真的吗？利威还没反应过来，达米安接下来的要求简直让他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你给我描述一下。利威整个人都傻了，什么？这种事怎么描述啊？达米安却一脸严肃，他想确认利威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根据你的记忆，那东西长什么样？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利威在心里已经把他骂了800遍，这男人绝对是个无可救药的变态，亏他之前还想努力改观。事到如今，利威只能豁出去了。他捂着脸小声嘟囔，好吧，首先我觉得你叫他龙是合理的，毕竟那尺寸确实够大。达米安居然还煞有介事的在那儿点头，利威心里简直要抓狂了，你个疯子，这种事有什么好点头承认的呀？利威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编。说实话，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达米安倒是挺感同身受，这很正常，我第一次见的时候也被吓得不轻。这下真相大白了，达米安根本不是在耍流氓，他是在试探利威，看他是不是真的能看见那个印记。既然利威能看见，那他能不能感觉到这东西散发出来的魔气？如果能感觉到，那事情可就麻烦了。达米安紧接着又抛出一个问题，那你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要知道，这东西可不是谁都能看见的，就连道格拉斯和弗里德之前都完全没察觉到异样。利威所在的赫伦家族对这种气息有着野兽般的直觉，所以他能察觉到并不奇怪。可利威接下来的回答却让达米安彻底没词。你应该也知道吧，其实那种感觉还挺舒服的。这下轮到达米安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舒服？他活了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充满毁灭性的魔气居然能让人觉得舒服。这到底是利威体质特殊，还是这股力量出了什么问题？达米安这下彻底凌乱了。按理说那股魔气只会让人难受，可利威现在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太对劲。利威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他猛地转过身大喊，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不是你问我感觉怎么样的吗？达米安也急了，我是让你描述感受，谁让你描述我的身体了？利威理直气壮地反驳，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你问我看到你的那条龙是什么感觉，我实话实说，还有错了？看着利威认真的样子，达米安终于反应过来了，这天聊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啊。他赶紧想解释清楚，不，我指的根本不是那个意思。达米安这下是真急了，为了自证清白，他直接上手就开始解扣子。利威哪见过这阵仗，吓得整个人往后一缩，连声惊叫，殿下，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达米安根本没打算停手，他一边动作一边催促，你仔细看清楚。利威整个人都傻了，这大白天的怎么突然就开始脱衣服了？就在利威快要崩溃的时候，达米安掀开了衣角，指着腰间那个紫色的印记说，我刚才问的是这个。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达米安一直纠结的是这个像龙一样的魔纹。利威愣了半天，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刚才俩人说了半天根本就没在一个频道上。他盯着那个诡异的印记，忍不住问了一句，天呐，殿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达米安这下总算明白了，原来利威根本没见过这个印记，那刚才他在那儿支支吾吾半天，到底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达米安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解释，这东西是那天出事之后才长出来的，他本以为利威能看出点门道，结果利威也是一头雾水。这下气氛更尴尬了，利威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误会闹得真是没谁了。利威赶紧转移话题，觉得这可能是恶魔留下的后遗症，毕竟当时那种情况，谁也说不准到底发生了什么。达米安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按理说利威作为赫伦家族的继承人，对魔气应该最敏感才对，可他居然什么都没发现。利威反问了一句，那殿下你自己能感觉到吗？达米安沉默了一会儿，只回了2个字，偶尔。利威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魔气？
达米安倒也直白，直接回了一句，就是你现在脑子里想的那种，只要这东西一发作，身体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热，就像那天被恶魔袭击时一样。他盯着厉威说，所以你必须负责帮我把这玩意儿弄掉。厉威整个人都懵了，指着自己半天没反应过来，什么？这种事为什么要找我啊？达米安一步步走近，语气也变得强硬起来，怎么？难道你想拒绝吗？他直接把厉威堵在了角落里，一字一句的提醒道：“别忘了，赫伦家族可是皇室最锋利的剑。”达米安俯下身子，眼神里全是压迫感。你该不会真的打算袖手旁观吧？你真的打算对一个被恶魔袭击过的皇子见死不救吗？厉威这下是真没招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说会替他保守秘密，帮他把身体恢复原样。达米安看他松了口，倒也挺大方，问他想要什么补偿。厉威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原著里喜欢达米安的女人能排长队，为了自己和伊拉的小命着想，绝对不能让这些麻烦找上门。他直接给达米安立了规矩，在印记彻底消失之前，两个人都得保持现状，谁也别去外面沾花惹草。达米安听了这话，语气里带了点调侃，问他是不是怕被那些嫉妒的女人盯上。厉威赶紧解释，我这可全是为了保护伊拉。达米安倒是答应的干脆，行吧，反正我对谈恋爱也没兴趣。厉威心说那可太好了，只要你不乱来，大家都省心。结果达米安反手掏出一张纸，厉威定睛一看，这竟然是个誓言魔法阵。看来达米安是认真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厉威得帮他除掉那个恶魔印记，而且在搞定之前，这事儿绝对不能传出去。可谁能想到，达米安这时候又补了一句，说要是他魔气失控变成了野兽，厉威也得负责帮他搞定。厉威这下彻底炸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每次你发作，我都要陪你睡吗？达米安根本没打算解释，直接宣布契约已经生效。看着他这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厉威这回是真的掉进坑里了。达米安这一声厉威叫得他心里直发毛，契约的力量瞬间生效，这下想赖账都没机会了，他只能认命，彻底成了达米安的合伙人。画面一转，场景切到了皇宫书房，弗里德这边正忙着清算旧账，他盯着眼前的路易吉，语气里全是压迫感。原来之前赫伦家的马车被袭击，竟然是因为他们帮伊拉处理了诉讼，这理由听着就离谱。路易吉吓得连声求饶，说自己当时是昏了头。弗里德根本没打算听他废话，直接把剑横在了路易吉的脖子上。弗里德冷冷的开口，原谅这种事是留给那些犯了错的好人的，你不仅利用自己的亲侄女，还想杀掉他的朋友，像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得到宽恕。就在这时，伊拉竟然就在门外把这些话全听进去了，这下事情可真闹大了。大家都说二皇子弗里德最是温柔，伊拉听着屋里的动静，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这么狠辣的一面。屋里的弗里德警觉性极高，随从刚凑过去耳语了一句，他就发现门外有人了。弗里德下意识以为是厉威来了，连语气都瞬间变了，让人赶紧把门打开。这门一开，弗里德笑着打招呼。厉威把路易吉伏击的事原本说了一遍，弗里德听完倒没多大反应，反而更好奇他这大老远跑来是为了谁。厉威眼神往伊拉那边一扫，心里就有数了，他客客气气的表示是专门来感谢殿下的救命之恩。结果弗里德这番话说的那叫一个滴水不漏，他说这都是骑士该做的，甚至还觉得没能护他周全，反倒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弗里德这话说的滴水不漏，把自己摆在了皇室之剑的位置上。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顺势就给厉威递了个台阶，说这就算厉威欠了他一个人情，还招呼他坐下慢慢聊，这人情债可不好还。厉威这下是真退不掉了。厉威刚坐稳，弗里德就开始试探了。他觉得厉威这次肯定挺憋屈，毕竟以他的性子，肯定早就对那场伏击做好了准备。厉威倒是表现得很淡定，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要是伊拉的叔叔当时真动手了，接下来的事情反而会变得更简单。这话里的意思可深了，厉威到底在盘算什么？弗里德摆出一副大度的样子，让他们别担心，他特意强调路易吉今天的所作所为纯属个人主张，绝对不会牵连到伊拉。厉威客客气气递到了谢，可旁边的伊拉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这位二皇子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弗里德还装得挺像那么回事，劝伊拉早点回去休息，毕竟刚才受了惊吓。可他越是温柔，伊拉就越觉得这人深不可测。厉威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小声问伊拉怎么了，这下麻烦了。伊拉该怎么提醒厉威，眼前这个男人其实很危险。日子过得飞快，厉威已经顺利进入学院生活了。这大半夜的，他还在书房里钻研那些古怪的文献。就在他看得入神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女仆在外面提醒厉威小姐，伯爵大人的回信到了。厉威赶紧放下了手里的活，这封信他可是等了好久，他还有点不敢相信，真的是父亲寄来的。信一拆开，字里行间全是老父亲的叮嘱，开头第一句就是亲爱的女儿厉威，祝贺你成功进入学院。看来远在领地的伯爵虽然人没到心，却一直挂念着女儿。学院的生活过得开不开心？伯爵在信里千叮咛万嘱咐，说听说厉威的身体好多了，但还是不能太操劳。他现在正待在一个连魔法都没法用的鬼地方出差，见不到女儿，也听不到女儿的声音，这日子对他来说简直是种煎熬。更离谱的是，这封信寄到厉威手里，居然整整花了1个月。伯爵在信里直还想回家，想赶紧回去陪女儿聊天训练。厉威看着手里的信，心里暖洋洋的，他忍不住感慨，真是的，父亲大人也太夸张了。说实话，这种被家人捧在手心里的感觉，厉威2辈子加起来还是头一回体会到。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让他一时间都有点不知所措了。
伯爵在信里简直把丽薇夸上了天，说她是全帝国，不，应该是全大陆最漂亮的姑娘。丽薇虽然觉得父亲这滤镜后的离谱，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不过伯爵接下来的画风突变，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丽薇一定要离外面的男人远点，要是哪个混蛋敢动歪心思，他绝对饶不了对方。就在丽薇以为这纸是一封普通的家书时，信的最末尾却提到了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秘密：赫伦家族其实有一个秘密图书馆，而且只有家族的继承人才有资格知道。丽薇这下哪还坐得住，扯开嗓门就喊：瓦隆！瓦隆被这一嗓子喊的，赶紧一路小跑过来。小姐，怎么了？丽薇开门见山：我现在就要去那个秘密图书馆。说走就走，这地方到底藏着什么？马上就能见分晓了。瓦隆把丽薇带到了一个壁炉前，指着前面说：就是这里，这个壁炉就是图书馆的入口。丽薇简直不敢相信，就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壁炉吗？瓦隆接着解释，只要继承人把魔力灌进去，隐藏的传送阵就会打开。他弯下腰做了个请的手势：小姐，您要不要亲自试试？赫伦家族都传了600多年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得藏得这么深？丽薇没再犹豫，直接把手伸了过去。丽薇这手刚搭上去，那颗晶石唰的一下就亮了，这魔力反应比谁想的都要猛。这道光一开，赫伦家族藏了600年的秘密，总算是要露头了。瓦隆在旁边激动的不行，能亲眼看到这一刻，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要把今天的事一五一十的报告给老爷。丽薇看他这么识态，笑着劝他：行了行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啊？瓦隆在后头弯着腰，祝您一路顺风。这光一闪，丽薇整个人就被吸进去了。等回过神来，周围全变了样。丽薇还有点不敢相信，这就进来了。谁能想到这壁炉后头竟然藏着这么大个地方？这哪是图书馆啊，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这地方大得离谱，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那股子不寻常的气息。既然这地方藏得这么深，关于恶魔的资料肯定少不了。反正他之前就在查达米安身上的印记，这下正好，所有线索都能在这儿汇合。丽薇这下可来劲了，二话不说就开始翻找，非要把这儿翻个底朝天不可。他随便找个位子坐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就看接下来的罚线了。丽薇翻开这本旧书，上面记着帝国457年的怪事，有个恶魔潜入监狱，想强行占领一个死刑犯的身体。就在恶魔快要得手的时候，他突然遭到了攻击，结果这附身没成，反而让那个犯人身上多了一个奇怪的印记。丽薇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书上的图案怎么跟达米安身上的那个这么像？不对，达米安那个明显更复杂，个头也更大。看来只要恶魔附身被打断，没能彻底成功的话，就会留下这种印记。那这么说的话，达米安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既然印记是恶魔的一部分，那当年的恶魔肯定没死透。丽薇这下坐不住了，这玩意儿留在身上就是个定时炸弹，到底怎么才能把它弄掉？翻到这一页，总算有线索了。书上记载，只要用稀释的圣水浸泡身体，那倒霉的印记就能消失，连带着恶魔也能被彻底解决。看起来是有救了，可这事儿真有这么简单吗？既然书上说要用圣水浸泡，丽薇脑子里立马有了画面，这画面太美，她自己都有点招架不住了，赶紧甩甩头，让自己清醒点。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正事要紧。关键是这圣水可不好弄，200年前书里写的法子，放到现在根本行不通，因为圣水全被神殿给垄断了。丽薇试探着问了一句，能不能想办法搞到点圣水？结果达米安一开口，直接把他的希望给掐灭了。想从神殿手里拿东西，那简直是白日做梦。达米安无奈的摊牌了，圣水可是中央神殿的命根子，全天下只有3个祭司能碰。更要命的是，这3个人全跟他有深仇大恨，想走正规渠道去求药，那是门儿都没有了。丽薇听完心都凉了半截，看来这书上的法子还没开始就要泡汤了。就在这时候，达米安话锋一转，说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戏，马上就是女神的诞辰周了，到时候会有一场狩猎大赛。根据他手里的情报，今年的头奖正好就是那一小瓶圣水。丽薇这下又看到了希望，只要能拿到第1名，达米安身上的印记就有救了。可这种级别的比赛，想拿冠军哪有那么容易？达米安倒是很干脆，直言这次必须拿第1。可这冠军哪是那么好拿的？那2位皇子个个都是练家子，硬碰硬根本没胜算。好在这次比赛是双人组队，户外环境变数也多，这倒是个机会。可丽薇听完更愁了，自己可是学院里出了名的吊车尾，跟谁组队不是拖后腿啊？就在她快要泄气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既然硬的不行，那能不能来点别的招数？丽薇出了个主意，让达米安去跟2皇子组队。这话一出，达米安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让他跟那家伙联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其实达米安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圣水一共就那一小瓶，要是真跟2皇子组了队，赢确实是稳赢，可到时候怎么解释为什么要拿圣水？万一被那家伙看出破绽，那可就全露馅了。结果丽薇直接把话接了过去，说你们2个绝对不能赢，因为这次的第1名他拿定了。这话一出来，达米安整个人都听傻了，一个年级垫底的差生，居然说要拿狩猎大赛的冠军，这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啊？达米安一脸嫌弃，就丽薇这走2步就喘的体力，哪来的自信说要拿第1？丽薇倒是不慌不忙，让他先听听自己的计划。这一通密谋下来，达米安听得直点头，这主意确实够损，但也确实管用。不过达米安还是有点担心，他问丽薇：“我去给2皇子使绊子，你真的舍得吗？毕竟你以前对他那份心思，全学院都知道。”丽薇倒是想得开，既然发过是要先帮你，那肯定的说到做到。丽薇这直球打的，达米安根本接不住，他一脸认真的说：“对我来说，
你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厉薇心里想的是，只要这事儿办成了，自己就能早点甩掉这些麻烦。可达米安哪知道这些啊，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心里乱糟糟的，跳得完全没了节奏。这种感觉他以前从来没体会过，这到底是怎么了？这脚步声听着就不对劲。道格拉斯现在心里直犯嘀咕，这情况可太不妙了。他发现自家的主人达米安最近简直像换了个人。要知道达米安以前可不是这样，他从小就没个靠山，在那场要命的权力斗争里，能活下来全靠他自己硬扛。为了不让别人抓到把柄，他把自己逼成了个完美主义者，做事从来不留半点余地。可谁能想到，这种冷冰冰的坚持现在居然开始松动了。以前的达米安那可是时刻紧绷着弦，生怕出一点差错，可最近他这状态简直就像丢了魂一样。道格拉斯甚至在想，是不是学院里的日子太难熬，才让自家主人变成了这样。他敲了敲门，打算聊聊之前提过的古董集市。可这门一推开，道格拉斯整个人都傻了。一向独来独往的达米安屋里竟然藏了个女人，而且还是丽薇。这下事情可真闹大了。达米安这副样子，简直就是把恋爱脑3个字直接写在了脸上。道格拉斯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这还是那个冷冰冰的主人吗？更离谱的是，道格拉斯发现丽薇居然还跟那个弗里德大人扯上了说不清的关系，这下情况可就复杂了。道格拉斯在那儿偷着乐，难道自家主人这是终于开窍了？达米安被看得浑身不自在，赶紧咳嗽2声，掩饰尴尬，说要在比武大会上再见。这明显是想赶紧逃离现场。丽薇倒是一脸淡定，客客气气的送客，可道格拉斯却有点舍不得了。他还没看够自家主人的笑话呢，他赶紧凑上去搭话，问达米安怎么走得这么急，甚至还想让丽薇再多留一会儿。这道格拉斯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道格拉斯这嘴真是没个把门的，临走还不忘给丽薇献殷勤，让他以后常来坐坐。丽薇倒也客气，随口就答应了。可达米安这脸黑的都能滴出水来了，这还没出门呢，自家下属就开始替自己做主了。门一关，道格拉斯更来劲了，他居然还回过头，冲着达米安比了个大拇指，那眼神分明是在邀功。达米安这下是真的忍不了了，他冷冰冰地问道格拉斯：“你到底在搞什么鬼？”闹归闹，正事还是得办。两人回到书房，达米安让道格拉斯把刚才没说完的报告继续下去。道格拉斯也收起了那副不正经的样子，开始汇报他在古董集市发现的情况。道格拉斯面露难色，说找那个吊坠的事儿恐怕得耽误点功夫了。达米安这下可坐不住了，直接追问到底出了什么岔子。倒不是道格拉斯不卖力，实在是最近赶上庆典，集市上的商人们一天恨不得换8回货，想在这一堆乱麻里找东西，简直是大海捞针。达米安可不管这些困难，他只给了一个死命令，那就是必须尽快找到。看来这个吊坠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甚至到了志在必得的地步，只要能把它拿到手，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道格拉斯这下心里有数了，看来那个传闻是真的，这个吊坠果然就是为了那个人准备的。道格拉斯这嘴是真闲不住，直接点破了达米安的小心思，说这吊坠一看就是送给女孩子的，简直就是完美的定情信物。达米安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赶紧找借口辩解，说这可是女神的圣物，怎么可能随便送给别人？为了显得自己一心只有事业，他甚至还放了狠话，说在当上皇帝之前，绝对不会被任何儿女情长分心。可道格拉斯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觉得自家主人这是害羞了，在那儿自我感动的不行，还夸达米安真是个浪漫的人。这下好了，达米安越解释越像是在掩饰，道格拉斯已经认定他家主人这是彻底陷进去了。道格拉斯这马屁拍得也是没谁了，说要是换成他是个女人，收到这吊坠肯定心都被勾走了。这宝贝确实漂亮，难怪达米安非要弄到手不可。日子一晃就过了几天，丽薇拉着伊拉来到了街上。伊拉，你觉得怎么样？喜欢吗？伊拉笑着说，这地方她确实相中了，毕竟活了这么久，还是头一回住进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子里。伊拉不仅把银行给告赢了，还顺带着把他那个黑心叔叔想私吞的遗产全给抢了回来。谁能想到这笔钱最后算下来，竟然比赫伦家50年的收入还要多，这哪是拿回遗产，这简直是直接成了顶级富婆。丽薇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这就是大商人的家底吗？说实话，这换谁看了能不眼红啊？看着伊拉终于熬出头，丽薇心里也是感慨万千。她摸着伊拉的头说，这段时间你真的辛苦了，能彻底摆脱那个黑心叔叔，真是比什么都强。听到这番话，伊拉再也忍不住了，她一把抱住丽薇，这都多亏了你。虽然现在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但真要搬出赫伦家，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毕竟住了这么久，这感情乃是说断就能断的。丽薇想了想，既然新房子还得打扫，还得招募新的佣人，干脆让伊拉在自己家再住1个月。伊拉一听这话，整个人都精神了，真的能再多住一段时间吗？丽薇笑着安慰他，这种事急不得，慢慢来总比搞砸了强。伊拉这下可高兴坏了，紧紧抓着丽薇的手提议，既然这样，丽薇，咱们今天去约会吧。约会？丽薇显然还没反应过来，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想起这一出了？说走就走，伊拉直接把丽薇带到了城里最豪华的餐厅，看着满桌子精致的料理，丽薇整个人都看呆了，忍不住问伊拉，你是怎么找到这种地方的？伊拉笑着说，因为这是丽薇一直想来的地方，她早就记在心里了。丽薇一边往嘴里塞吃的，一边还在担心，这顿饭得花不少钱吧？伊拉倒是大方的很，只要丽薇吃得开心，这点钱对现在的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吃饱喝足还不算晚。伊拉又拉着丽薇进了服装店，非要让她试试这套新衣服。丽薇拗不过，只能乖乖钻进试衣间。等丽薇再次露面的时候，
整个人简直像在闪闪发光。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伊拉：“我穿这身看起来怎么样？”伊拉直接看呆了，盯着厉威半天没挪开眼，这副模样确实美得让人没法评价。谁能想到，伊拉回过神来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让店员把那一整区的定制款，连带着所有配饰全部打包。伊拉指着旁边的手提包说：“这些也全都要了，顺便把标签都撕了。”厉威在旁边拦都拦不住，这哪是买衣服，这简直是在扫货呀！可伊拉却突然停住了，他转过头，语气特别认真：“这点东西哪够啊？根本没法表达我对你的心意。”这话一出来，厉威直接没词了，这气氛怎么突然就不一样了？这还没完，伊拉接下来的话才真的让人招架不住。伊拉看着厉威，语气里全是认真：“从现在开始，我要让你从头到脚全都是我送的东西。这哪是在送礼物，这简直是在宣示主权啊！”厉威这下怕是彻底逃不掉了。这哪是在送礼啊，这分明是要把厉威整个人都变成自己的私有物。伊拉温柔地喊了一声：“厉威！”这语气听着挺亲切，可厉威心里却直犯嘀咕：这似曾相识的压迫感是怎么回事？伊拉指着旁边的店问：“我们要不要去那家看看？”厉威这下根本没法拒绝，只能乖乖跟着继续逛。就在厉威拎着大包小包路过橱窗时，有什么东西唰的一下晃了他的眼。他停下脚步仔细一瞧，这橱窗里摆着的东西好像有点不一般呐。厉威停下脚步，盯着橱窗里的告示看，原来是女神诞辰周的特别拍卖会，看来今年又要办了。厉威盘算着，反正接下来的狩猎大赛也确实需要准备点东西。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家拍卖行里藏着个大秘密。谁能想到，在那阴暗的角落里，竟然还锁着一个大活人。厉威正盯着告示出神，伊拉在后面喊了一嗓子：“厉威，你在那儿干嘛呢？”厉威正想得出神，被伊拉这一嗓子喊得赶紧回过神来。伊拉凑过来问：“那边有什么吗？”厉威生怕被瞧出破绽，赶紧随便找了个借口：“没什么，就是觉得那个吊坠挺好看的。”为了不让伊拉起疑，厉威随手往橱窗里一指，结果伊拉还真当回事了，凑近一瞧，吊坠，这粉色宝石确实扎眼。伊拉忍不住感叹：“哇，真的很漂亮！”看着这亮闪闪的宝石，伊拉像是想到了什么，这颜色简直就像是……伊拉盯着那宝石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这颜色简直和厉威的眼睛一模一样。”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深夜。瓦隆在门外轻声提醒：“小姐，马车已经到了。”厉威应了一声，说自己已经全部准备好了。他换上一身利落的行头，还特意披上了宽大的斗篷。这大半夜的秘密出门，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去会那个拍卖行。厉威临走前还不忘问一句：“伊拉呢？”瓦隆解释说：“估计是累坏了，吃完晚饭就睡得特别沉。”虽然家里安顿好了，但瓦隆心里还是打鼓。这大半夜的一个人去黑市，实在是太危险了。真要买什么东西，让下人跑一趟不就行了？厉威可不这么想，他笑着说：“狩猎大赛要用的东西，我必须亲自去长眼才行。”看瓦隆还在那儿纠结，厉威赶紧给他吃颗定心丸：“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记住，千万别让伊拉知道。”交代完这一切，厉威头也不回地扎进了夜色里。这趟黑市之行注定不会太太平平。马车晃晃悠悠停了下来，马夫在外面低声提醒：“小姐，到了。”厉威看着眼前这片地方，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市啊！虽然灯火通明，但总觉得到处都透着股邪气。为了不引人注目，厉威让马夫留在原地。接下来的路，他打算一个人去闯。他一边走一边对地图，入口应该就在这附近。可这黑灯瞎火的，想找个门还真不容易。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动静，厉威猛地停住脚步。难道这么快就被盯上了？果然，两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围了上来。带头的那个还在这儿装绅士，问厉威：“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一个人跑这种地方来了？”厉威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不就是专门打劫女人的混混吗？男人还在那儿假惺惺的献殷勤，说这儿太危险，非要给他当什么护花使者。厉威连头都没抬，直接冷冰冰的甩出一句：“不需要。”看对方还想纠缠，厉威干脆把话挑明了，他直接亮出腰间的长剑：“我可是会用剑的。”厉威这一亮剑，那几个混混立马就怂了，连滚带爬的跑了个没影。麻烦虽然解决了，可厉威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看着这漆黑的夜色，他脑子里竟然全是达米安的样子，尤其是他那头标志性的黑发，还有那双总是盯着他看的眼睛，真是见鬼了！怎么会在这种时候想起那个男人？厉威现在整个人都不对劲了，他赶紧把兜帽压低，想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全甩掉。一定是那个恶魔给他下了什么咒，不然怎么会这种时候还阴魂不散？厉威在那儿直犯嘀咕，虽然达米安那家伙挺讨厌的，但不得不承认，那张脸确实长在他的审美点上。这下可好，正事还没办，魂儿先被勾走了一半。好在厉威还没忘了正事，他一头扎进黑市的人堆里，这里到处都是披着斗篷的怪人，谁也不认识谁，正好方便他隐藏身份。厉威在摊位前停了下来，他动作很快，直接挑中了想要的东西。在这种地方，速战速决才是硬道理。东西到手，厉威一刻也不想多待，他压低帽檐，转身消失在人群里。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那就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可他不知道，这一趟黑市之行真的能这么顺利结束吗？厉威买完东西还没打算收手，他现在盯上了那个秘密拍卖行，看着前面那个守卫森严的门口，他断定那里肯定就是目的地。可还没等他混进去，一只大手直接横在了面前，这下没那么容易过关了。守卫盯着厉威，语气里全是警惕：“你来这儿干什么？”
面对守卫的盘问，厉威一点没慌，他冷静地对上了暗号，说要找配得上白马的金马蹄铁，这理由一给出来，守卫立马就侧身让路了。不过临走前还不忘损一句，说里头的东西可不简单，让他别待会儿被吓得跑出来。厉威压根没理这茬，穿过长长的走廊，总算是进到了拍卖行内部。看这满屋子的人，好戏明显已经开场了。还没等他看清周围的情况，台上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这下时间掐得刚刚好，在这场各怀鬼胎的拍卖会上，厉威真的能全身而退吗？拍卖师在台上卖力的吆喝，先给这帮大人物戴了顶高帽，说接下来的宝贝绝对让大家不虚此行。气氛烘托到这儿，重头戏总算登场了。谁能想到，这所谓的稀罕货竟然是一个大活人？这男人被铁链锁得死死的，只能像牲口一样爬上台。拍卖师甚至还一脸得意，管他叫拥有漂亮灰毛的品种。这就是今晚的压轴戏，代号格雷的战斗奴隶。看着满身的伤痕，就知道他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哪是当人看啊，简直就是把人当成牲口在卖。拍卖师还在那儿可劲儿推销，说他既能当猎犬使唤，晚上还能当个解闷的玩物。这话听得厉威心里直犯恶心，他冷眼看着这一切，心里已经有了打算。就在这时候，这男人的气场突然变了，这哪是什么温顺的奴隶，看着眼神分明是一头还没驯服的孤狼。谁能想到，眼前这个被锁链困住的男人来头竟然这么大？按照原本的剧情，他会被二皇子救走，从此变成皇室最听话的一条狗。但谁都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公爵家流落在外的血脉。这一身狼性要是放出来，整个帝国怕是都要变天了。按照原本的剧本，这个男人最后会死在达米安手里。就在断气的那一刻，他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神智。可偏偏是在这种时候，所有的记忆才全部涌现。这种清醒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画面一转，现在的他正赤裸着上身站在台上，像个商品一样任人指点。谁能想到他以后会是那种下场？就在人群的角落里，厉威正死死盯着这个男人。既然重来一次，他绝对不会让那个悲剧发生。谁能想到，这个男人在原本的故事里下场会那么惨？现在的他简直就是一头失控的野兽。就算被铁链锁着，他也根本没打算服软。这一扑差点没把看守吓个半死，可惜脖子上的链子一紧，他还是被硬生生拽了回去。这力道摆明了是没把他当人看，场面一下子乱了套。几个大汉冲上来，死死把他按在地上。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一针药剂直接扎了下去。药效上得飞快，这下他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任人宰割了。厉威要是再不出手，这头狼可就真要落入别人手里了。谁能想到，这要打下去，人直接就蔫了。台下的人全在嘀咕，这货是不是快断气了？拍卖师一看情况不对，赶紧报了各地板价，只要1个金币，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嘴上说的好听是什么顶级猎犬，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分明就是条疯狗。这下好了，场子一下子冷到了冰点，根本没人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拍卖师这回是真急了，难道这货今天真要砸在手里了吗？台下这帮人全是看笑话的，谁会花钱买个废物？又脏又没用，甚至还有人觉得他晦气。看着男人的样子，药劲还没过去，连头都抬不起来了。这下连拍卖师都下不来台，有人甚至在底下起哄，说这种货色直接扔进猪圈得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等等，这步子迈得稳稳当当，直接奔着台前就去了。全场的目光一下子全聚了过去。厉威开口了，这人我要了。看这架势，他可不是在开玩笑，这势在必得的样子，把周围的人都给看傻了。谁能想到，在这种节骨眼上，还真有不怕死的敢接盘。厉威这一步跨出去，全场都安静了。谁能想到，他真敢去碰这块烫手山芋。这男人虽然被锁着，可骨子里那股狠劲儿一点没少。拍卖师都结巴了，赶紧问他打算出多少。厉威可没打算藏这掖着，这都贸易斋，那股子势在必得的劲儿，直接把全场都给镇住了。4个金币，这价格一出，摆明了是要把这男人彻底带走。这笔买卖一成交，人立马就被拖了出来，像个货物一样被扔在了运货的车上。拍卖师这会儿客气得很，凑过来问厉威要把这男人送到哪去。厉威头都没回，直接让他把车拉到广场，说自己在哪儿备了马车。这钱拿的可真够顺手的。拍卖师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觉得厉威就是个纯纯的冤大头，毕竟1个金币就能买个壮劳力，他居然直接砸了4个。可厉威心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甚至觉得这价格给低了，简直是捡了大便宜。谁能想到，这车上躺着的烂泥，真实身份竟然是堂堂公爵家的领主。厉威花这笔钱可不只是为了找个帮手，他是想把这个已经彻底崩溃的男人从地狱里拉出来，只要能把他平平安安送回肯子家，这份人情可比那几个金币值钱多了。这下厉威的目的总算露出来了，他可不是在做慈善，而是要给自己找个最硬的靠山。只要能把这必死的剧情给扭转了，以后谁也别想动他。不过这男人现在可不好对付，哪怕被堵着嘴，那股子反抗的劲儿还没消呢。厉威倒是一点都不怕，直接上手安抚，嘴里还哄着说乖一点，很快就没事了。谁能想到，刚才还像头风兽一样的男人，居然真的被他给顺毛了。厉威这招安抚确实管用，他轻声保证绝对不会把他卖掉，更不会伤害他。这语气简直像是在哄小孩。眨眼功夫，人已经被带回了房间。厉威摆摆手，让瓦隆带着守卫先退下，接下来的事他要单独处理。既然要谈心，总得让人家看清楚是谁救了他。厉威顺手一扯，直接摘掉了他脸上的遮挡。这男人伤的确实不轻，猛一看还以为没气了，但厉威心里清楚，只要把这身伤养好，他这张脸绝对能惊艳所有人。
厉威转头叮嘱瓦隆，赶紧找个靠谱的医生，而且这事儿必须保密，绝对不能传出去。瓦隆虽然叹了口气，但也只能照办，毕竟现在的厉威做事比以前稳重多了。考虑到这男人现在神志不清，厉威并没打算解开镣铐，这要是让他突然发疯跑了，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等他身体好转了，厉威还要亲自审他。这男人总算醒了，厉威守在床边，笑眯眯的打了个招呼。结果这一下差点没把对方吓得跳起来。瓦隆在后头看着，估计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厉威倒是半点不慌，直接上手安抚，嘴里说着抱歉，其实是想让他老实待着。毕竟这男人本事不小，要是现在放他出去，那才是真的麻烦大了。厉威还在那解释，说是不解开链子，是怕他突然发疯伤着人。要是他实在难受，自己也不是不能商量。谁能想到这男人竟然主动凑了上来，像只求关注的小狗一样，直接蹭到了厉威手心里。这反应把厉威都给整不会了。看着这傅温顺的样子，厉威忍不住笑了。看来这招以柔克刚确实比硬碰硬管用。既然对方这么听话，厉威也就顺势安抚起来。不过他心里也犯嘀咕，按理说这人的精神状态不该这么脆弱才对。看着眼前这个温顺的男人，厉威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光救活他还不算晚，总有一天他得想办法帮他把记忆找回来。厉威轻声说了句晚安阿瑞斯。女神诞辰季终于到了，到处都是忙碌的人影，看来这次庆典规模不小。伊拉提着篮子跑过来，一看到厉威就忍不住夸赞，说她今天真是漂亮极了。厉威这一身打扮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整个人显得特别精神。不过厉威自己倒有点不好意思，他小声嘀咕着，只是参加个狩猎比赛，是不是穿得太夸张了？看伊拉这兴奋劲儿，估计在大家眼里，厉威今天就是全场的焦点。伊拉觉得厉威这身简直绝了，完全就是全场最完美的焦点。他甚至开始担心厉威太漂亮会被那些臭男人盯上。厉威倒是没想那么多，他觉得今天可是狩猎比赛，大家心思都在猎物身上，哪有空盯着他瞧啊？伊拉可不这么想，他说除了比赛，还有很多人是专门来给他加油的，比如他自己。说着说着，伊拉突然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问厉威愿不愿意收下。这突如其来的礼物让厉威完全没反应过来，这盒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伊拉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颗亮闪闪的粉色宝石。他说上次逛街看厉威一直盯着，就特意买了下来。厉威其实有点尴尬，他当时明明是在看旁边的传单，根本没注意到这吊坠。不过面对伊拉的一片心意，他还是表现得很惊喜。伊拉亲手帮厉威把项链戴好，还说这宝石的颜色跟厉威的红瞳简直是绝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厉威也觉得这礼物选得真好，他笑着跟伊拉道谢，两人之间的气氛暖得不行。厉威收下礼物后，第一反应就是心疼钱，觉得这东西肯定不便宜。伊拉倒是挺大方，说钱不重要，关键是他觉得这宝石有股正能量，非要送给厉威不可。厉威听得一愣一愣的，什么能量不能量的，听着还挺玄乎。伊拉最后还补了一句，说这吊坠能指引厉威走好运，甚至还搬出了女神的祝福。就在厉威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另一边的林荫道上，一辆马车正摇摇晃晃地往前赶。达米安独自坐在车厢里，整个人看起来状态非常不对劲。他低声骂了一句：“该死！”看来他身上出了大问题，甚至让他产生了要把皮肤上的印记亲手割掉的念头。达米安正死死按住大腿，那股钻心的劲儿又上来了。明明消停了好一阵子，怎么偏偏这时候发作？坐在对面的弗里德看出了他的异样，赶紧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达米安强撑着回了一句，说自己只是在看天色，怕一会儿下雨坏了狩猎比赛。这借口找的，连他自己估计都不信。弗里德倒是没多想，顺着话茬往下接。他说这次比赛可是他们两个组队，绝对不能出岔子。达米安随手拉开窗帘，手背上的红印还没退下去，他笑着答应要一起努力。可这身体状况真的能撑到比赛结束吗？弗里德笑得一脸灿烂，可达米安却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这手一握，组队的事儿就算彻底定死了。达米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根本不像弗里德平时的作风。为了逼他入伙，弗里德竟然提前把消息捅给了媒体，这下达米安想拒绝都没门，只能被架着往前走。他看着眼前的哥哥，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到底在策划什么阴谋？最近弗里德的行为实在是太反常，达米安忍不住在心里琢磨，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弗里德盯着达米安，这家伙怎么又开始不对劲了？达米安没接话，只是把目光投向了窗外。此时的厉威已经到了地方，正趁着阳光好，在马车边活动筋骨。达米安整个人都僵住了，这怎么可能？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下麻烦大了，事情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厉威这次现身，目标竟然是女神的圣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庄重起来，祭司在台上主持着仪式，让所有人都献上最虔诚的祈祷。祭司大声宣布，那么现在火把这么一碰，这狩猎大赛就算是正式开始了。随着祭司一声令下，大伙儿全冲进了林子里，谁都想抢个开门红。厉威在后面跟着，明显有点吃力，毕竟这可是关系到帝国未来的大事，谁能拿到头名，谁就是那把最锋利的帝国之剑。厉威这体力确实有点跟不上，正发愁呢，背后突然传来了说话声，来的人正是伊万，这位可是卡尔德家族的继承人，号称帝国的盾牌。厉威还挺意外，问他怎么没先走，伊万倒是一脸理所当然，说既然是队友，肯定的共进退。不过
他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可是100个不乐意。伊万小声嘀咕着，其实他更想跟弗里德皇子组队。厉威只能在一旁尴尬的笑笑。至于这两个性格完全不搭的人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那还得从刚才公布名单的时候说起。就在不久前，营地那边突然热闹了起来，原来是分组名单贴出来了，大伙儿全都围了上去。这次大皇子和二皇子竟然联手了，这强联手，冠军怕是没悬念了。不过最让人意外的还是厉威的名字也挂在上面，只是他旁边那个队友的位置暂时还空着。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了刺耳的笑声，伊万不屑的嘲讽：“谁要是跟他一队，那可真是到了8辈子没。”在他眼里，厉威就是个拖油瓶。伊万接着说：“跟这个残次品组队，不光得拿倒数第一，还得跟着一起丢人现眼，上报纸头条，甚至还说能不被野猪追着跑，就算烧高香了。”这些话一字不落，全传进了厉威耳朵里。厉威这下确实有点尴尬，这烂摊子总得有人来收拾。厉威笑着凑了上去，说自己本来打算跟伊万组队，帝国的剑和盾简直是绝配。这下可把伊万给整不会了，只能任由厉威在那儿套近乎。厉威一边哼着小曲，一边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这心态稳得不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走着瞧吧，看看这位卡尔德家族的继承人能不能带他飞全场。伊万和厉威正一前一后往林子深处走，厉威突然叫住他，随手递过去一个小瓶子：“伊万大人，把这个拿着。”伊万看着手里的东西，一头雾水，这是什么？厉威倒是想得周全，这是引诱猎物的护身符，跟我这种没用的人组队已经够委屈你了，要是连猎物的影子都见不到，那今天可就真白忙活了。厉威这一声叹气，听着像是没底气。伊万可不吃这一套，直接反问道：“要是引来的猎物太多，你这体力能应付得过来吗？”谁知道厉威话锋一转，笑着提了个建议：“既然要玩，不如咱们打个赌，要是咱们这组最后赢了，谁抓的猎物多，奖品就全归谁。”这话里的挑衅味儿那是相当明显了。厉威反问道：“怎么样，卡尔德大人有信心吗？”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伊万也没打算退缩，直接应了下来。行啊，不就是一个赌约吗？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林子，阳光晃的人有点睁不开眼。伊万手里攥着那个小瓶子，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这种所谓的护身符，说白了就是个心理安慰。伊万自嘲的笑了笑，什么时候自己竟然沦落到要靠这种迷信来找猎物了？伊万虽然嘴上嫌弃，但还是把那瓶药水挂在了腰间。谁能想到这玩意儿散发出的气味竟然这么快就起了作用？伊万心里还在犯嘀咕，一个连野猪都抓不住的废柴，居然有胆子找他打赌，这简直是在侮辱他的事。就在这时，林子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几头野猪像是疯了一样，直冲冲的朝他们撞了过来。这下正合伊万的心意，他缓缓握住剑柄，既然要比，那就要拿出点真本事来。伊万拔剑出鞘，他已经想好了，要以骑士的名义彻底碾碎厉威的骄傲。这场比赛他赢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后面待着吧。伊万丢下这句话，压根没把眼前的危险当回事。这时候他脑子里闪过爷爷当年的教诲，老人家总说，咱们既然是帝国的盾牌，职责就是挡在前面，而不是去挥剑杀人。可现在的伊万早就把这些老掉牙的规矩抛到脑后了，他觉得爷爷这套理论简直是大错特错。毕竟只有在那些人值得被保护的时候，盾牌才有存在的意义。伊万这一剑下去，动作干净利落，他就是要让厉威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剑术。厉威就在旁边冷眼瞧着，伊万心里憋着一股劲，他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绝不只是家族传承里的那块盾牌。结果呢，地上的野猪还没凉透，伊万就已经开始摆谱了。他觉得这场赌约自己已经稳操胜券，可还没等他得意多久，林子里突然传出一阵低吼，这动静明显跟刚才那些小喽啰不是一个量级。草丛里钻出来的这家伙个头大的离谱，伊万这下彻底傻眼了。刚才还觉得自己稳赢，结果林子里钻出来的野猪越来越多，这阵仗明显是捅了马蜂窝了。厉威就在一旁看场戏，甚至还觉得挺有意思。他不紧不慢地提醒伊万：“野猪这玩意儿护犊子的很，你刚才杀得那么痛快，人家家里人能放过你吗？不过能引来这么多，还得归功于厉威手里那瓶特制的药水。”这下伊万算是彻底掉进坑里了。想当英雄，先想办法从这堆野猪里活下来再说吧。这亮晶晶的小玩意儿叫做精灵之泪，在黑市上大家都把它当成普通的装饰品，可实际上这东西对野猪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只要稍微加工一下，就能让这群畜生彻底发狂。厉威显然早就知道这个秘密，他故意把粉末撒在周围，就是为了给伊万挖个大坑。结果就像现在这样，伊万被野猪群围得水泄不通。他现在最担心的，居然是在厉威面前丢了面子。伊万现在是骑虎难下，明明被野猪围得够呛，嘴上却一点不服软。伊万大喊：“别插手，这猎物是我的！”厉威听了这话，心里只觉得好笑。既然你这么想表现，那我就再给你加把火。厉威随手捏碎了手里的晶石，行吧，随你变。厉威倒要看看，命都快没了还在这儿装，伊万到底藏了什么压箱底的本事？结果呢，伊万现在只能在野猪群里硬扛，这群畜生被药效一击，已经彻底疯了。伊万这下是被逼到死角了，眼看野猪就要撞上来，他终于不再装模作样了。唰的一下，伊万整个人气场全变了。这一剑挥出去，刚才还疯了一样的野猪，直接被这股劲头给掀翻了。厉威在一旁看得真切，就在他握紧剑柄的那一刻，体内的魔力流动完全换了个样。这下有意思了，厉威盯着眼前的男人，这股力量可不是一般人能使出来的。伊万这下
是真拼命了。这就是卡尔德家族的防御剑术，这一剑挥出去，动静大的连地都在晃。利威原本还想看笑话，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伊万确实有两把刷子，他已经把家族的本事学到家了。野猪被这股劲头直接撞飞，可伊万也被震得够呛。伊万骂了一句：“该死！”刚才那一招虽然猛，但后劲儿也太大了，伊万这下连剑都握不住了。伊万急了：“我的剑！”可野猪根本不给他喘气的机会，这畜生认准了目标，直接奔着他撞了过去。伊万现在手里没家伙，只能眼睁睁看着死对头冲到跟前，这下是真的没退路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道寒光闪过，这头风珠还没碰到伊万，就先被人给截糊了。刚才那头风珠还没碰到伊万，就被一股劲儿直接掀翻了。救命稻草总算来了，可还没等伊万松口气，树林里又钻出好几头，这下他是真没招了。利威终于看不下去了，要是再这么看戏，你怕是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你要是成了这比赛第一个倒霉蛋，那风头不全被你抢光了。利威笑着问他：“怎么样，需要帮忙吗？”利威带着飞剑赶到了，此时伊万正被怪物盯着，情况非常不妙。说心里话，真想就这么看着他吃点苦头，毕竟这家伙平时没少教训我，但不得不承认，伊万确实比我努力得多，我能有今天全靠天赋。他骂我平时不训练，其实一点都没错。既然这样，这人还是得救。利威直接操控飞剑对着怪物就刺了过去，利威这一剑那是真没留情，唰的一下直接把怪物给扎透了。伊万这下是真看傻了，估计他也没想到，平时看着不着调的利威，关键时刻竟然这么猛。随着怪物轰然到地，这场危机总算是解除了。利威慢悠悠地走过去，看着伊万那副呆样，心里别提多爽了。行吧，看在你今天这么狼狈的份上，之前那些账我就先不跟你计较了。利威突然停下脚步，盯着伊万问：“你受伤了吗？”伊万这人就是嘴硬，他把头一扭：“没什么。”利威可不吃这一套，这都流血了，还在这儿装什么硬汉呢？利威根本不听他废话，直接上手抓住了伊万的胳膊，这一下把伊万整不会了。他一边挣扎一边喊：“你干什么呢？”利威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别乱动。”接着他拿出一瓶药水，对着伊万血淋淋的伤口直接就倒了上去。这药劲儿估计挺大，疼得伊万直咬牙。利威动作倒是利索，撕下一条布料就开始给他包扎。利威一边忙活一边说：“伤口不算深，血很快就能止住。不得不说，你们家的防御术确实厉害。”伊万听了这话，心里又开始犯嘀咕：“你这是在嘲笑我只会用防御术吗？”利威无奈地笑了笑：“你这人怎么想得这么晚？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他看着伊万的眼睛，认认真真的补了一句：“这次狩猎能成功，全靠你那种不要命的防御，我是真心在夸你。”这突如其来的直球，直接把伊万给整沉默了。利威一边包扎一边继续夸，他说：“这防御剑术是你拼命练出来的，你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才对。”看伊万没吭声，利威又认真补了一句：“我可不是在客套，刚才那一招真的帅呆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包扎完最后一道，利威顺手拍了拍他，这下总算搞定了。他这人就是闲不住，刚处理完伤口，就嚷嚷着要去抓下一个猎物。可他刚一回头，就发现不对劲了。伊万整个人看着特别反常，利威还纳闷呢，吃了也没受凉啊，怎么脸红成这样了？狩猎大会总算是结束了，可这营地的气氛看着有点不对劲啊。这一辆辆运货的车竟然全是空的，闹了半天，好多人连怪物的影子都没摸着，就连达米安和弗里德这次也空手而回了。弗里德在那儿直叹气，本来还想着跟亲哥组队，怎么着也能拿个好名次，结果倒好，全程都在陪跑。就在这时候，利威和伊万也晃晃悠悠回来了。看利威那副伸懒腰的样，估计累得够呛。不过比起那些颗粒无收的，他们这趟起码没白忙活。弗里德嘴上说着以后还有机会，可他盯着达米安的背影，心里却泛起了嘀咕。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达米安今天根本就没心思打猎，甚至还故意干扰他的进度。闹了半天，这位冷面大哥进山，压根就不是为了什么比赛，他到底在找什么？弗里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达米安今天在林子里根本就不是为了打猎，他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明显是在找别的东西。就在弗里德纳闷的时候，营地那边突然炸开了锅，大家伙儿全围了过去，对着一辆马车指指点点。这车上堆得跟小山似的，全是高等级的猎物，旁边的人都看傻了，都在猜到底是哪路神仙能在这鬼天气里抓这么多。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林子里的怪物全被这一队给包圆了，难怪别人连根毛都没捞着。紧接着，裁判大声宣布聊结果，今天的冠军队伍就是利威和伊万。这消息一出来，全场都沸腾了，谁能想到这两个人凑一块，竟然能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利威倒是挺大方，站在台上又是挥手又是笑，反倒是旁边的伊万看着还有点不好意思。底下的人还在那儿嘀咕，这成绩也太离谱了，利威他们抓到的猎物竟然比第2名的弗里德整整多出了1倍，这哪是来打猎的呀，这简直是来进货的。这成绩一出来，底下的人全炸锅了，有人当场就喊这不可能，他们是不是作弊了？官方的人赶紧出来辟谣，说已经仔细查过了，人家这成绩实打实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利威这会儿正高兴呢，在台上又是招手又是笑，反倒是旁边的伊万看着还是那副闷葫芦样。这时候，神殿的祭司捧着花走上台，对着利威说：“赫伦小姐，恭喜你们拿了冠军。”祭司接着交代说，纪念奖章和神殿准备的奖品都会在接下来的舞会上正式颁发。利威大大方方接过花束，笑着回了句：“谢谢。”台下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阵仗简直比过节还热闹。
弗里德在底下看着这一幕，心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本来以为稳拿的冠军就这么飞了，达米安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一句话也没说，谁也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利威站在高台上，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这回他可算是彻底成了全场的焦点。谁能想到，平时天塌下来都面不改色的达米安，这会儿竟然反常到了极点。他整个人显得异常僵硬，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显然是在极力克制着某种情绪。而这一幕全被旁边的弗里德看在了眼里，他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这个细节。弗里德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自家大哥，心里估计已经有了答案。他这副看好戏的样子，摆明了是发现了达米安的软肋。这下有意思了，